重生到82年，为了让老婆孩子过上好日子，我去冰窟窿里捞鱼，孤身一人单挑大野猪，只为了弥补上一世的遗憾。老婆，我重生了，请你原谅我，以前是我混蛋，但以后我会对你们好的。陆小枫，你是不是重生小说看多了，居然说出这样的鬼话？老婆，我没骗你，我真的是重生了。你少来这套，我告诉你，你就死了那个心吧。不管你耍什么花招，我也不会给你那个10块钱的，那可是明年买种子的钱。哎，看来老婆一时半会儿是不会相信我的，那我只能用行动来证明了。老婆，今天是腊八，我给你们娘仨做腊八粥。妈妈，我要吃腊八粥。妈妈，腊八粥应该很好吃吧？傻孩子，别听你爹放屁，别忘了他之前是怎么揍你们俩的了。孩子们想要吃，我现在出去弄食材，你和孩子们在家等着，哪儿也不要去，等我回来。妈妈，我们没有挨打，要是他以后不再乱发脾气，不打人，像现在这样，那该多好。刚走出大门，我就看到住在隔壁的二娘从门口经过。二娘，你家今天做腊八粥了吗？二流子一个，整天就知道想着骗吃骗喝。看来凭现在自己的烂名声去向人借食材是不可能有人借了，自己老爹家更是不敢去，一次就被老爹骂一次，现在只能拿些东西去跟别人换了。上一世作为资深的二流子的我，总想着不劳而获，所以捞鱼这项技术失练的炉火纯青。我带着捞鱼工具来到了村子的河边，由于冬天河水结冰，水里氧气稀薄，而突然凿开的冰窟窿会使附近的氧气大量提升，鱼儿因此会大量聚集过来。我拿着网兜捞了1个多小时，收获了5条活蹦乱跳的大鲤鱼。现在鱼有了，该盘算一下去谁家换些食材了。去村长大爷家，他家儿女们都不在身边，而且年纪又大了，家里一定没有鱼吃，更容易同意换食材。打定了主意，我推着手推车大步流星向村长家走去。村长和我爹家是左右邻居，要去村长家就要先路过我爹家。很不凑巧，刚到我爹家门口，正好迎头碰上准备出门的老爹。爸，你这是要干啥去啊？你小子还敢要，信不信我打断你的腿？爸，我刚刚捞的鱼，寻思给你和我妈送2条。你这小子没个好心眼，我可不敢要，一天天的一点正事不干，总在外面鬼混，一点都不让人省心。父亲骂了我一顿，气哄哄的走了。这时母亲听到动静走了出来。儿子，这钱拿着，给我孙子孙女买点好吃的，可别再去打牌了。母亲那一只布满老茧的手攥着2块钱递了过来，浓厚淳朴的母爱扑面而来，泪水瞬间打湿了我的眼睛。妈，这钱我不要，这2条鱼你拿着和大哥家吃。小冯，这孩子今天怎么了？给钱都不要了，不是他性格啊。就在母亲还在蒙圈的时候，我已经来到了隔壁的村长家。大爷，你在家呢呀？我来看看你。哟呵，这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。说吧，你小子要干啥？今天不是腊八吗？孩子哭着喊着要吃腊八粥。大爷，你也知道我这人以前比较混，但我保证以后不会了。这不寻思捞2条鱼，换点腊八粥的食材，拿回去让孩子解解馋吗？小峰啊，你说说你家的小娃子和我的亲孙子又有啥区别？你就是啥也不拿，我这当大奶的也得让娃子吃上腊八粥不是？你等着，大娘这就去给你拿粮食。大娘，我给你拿的这2条鱼最少也有5、6斤重，那可是值5、6块呢。你给我的粮食顶天值1块钱，你核算着呢。你说说，大娘还占你便宜了。大娘，你老2口年纪大，吃多了对胃不好，这馒头我就拿走了。我家狗剩二丫一定会谢谢他奶奶给的馒头的。这小崽子猴尖猴尖的。爸爸，你拿什么回来了？哇，好大一条鱼啊！哈哈，今天可以吃鱼肉了。老婆，今天运气好，捞到了5条大鲤鱼，给爸妈大哥他们家送去2条，又用2条鱼在村长大爷家换了些米，还有馒头，还剩1条，一会儿炖了给你们娘仨吃。王梦婷看着眼前的一切，有点不敢相信，这些都来得太突然了，像是在做梦一样。老我向你保证，从今以后咱家顿顿有肉吃啊。那咱不敢想，只要孩子们吃饱穿暖，我就知足了。经过我一顿操作猛如虎后，腊八粥和大鲤鱼被我做好了。哇，这鱼味好香啊！腊八粥也好香。狗剩二丫，快吃吧，尝尝爸爸的手艺怎么样？这还是陆小枫吗？难道他真的重生了？从他醒来开始，不只是不打骂人了，还会做饭了，就连说话语气还有神情都不一样了。老婆，你也多喝点鱼汤补一补吧，看看你瘦的都快皮包骨了。等吃完饭，我再去多捞一些鱼拿到镇上，还可以换一些钱。吃完饭后，我又推着手推车去了河边。现在虽然我身无分文，但内心却很踏实，因为老婆和孩子们都还在。80年代初，改革开放之风已经吹起，可谓是遍地黄金。我要尽快赚上第1桶金，让全家都过上好日子。来到上午捞鱼的冰窟窿处，上面结了一层薄冰，我几下就把冰面凿开，然后又再远一点铺，重新凿一个大冰窟窿，这样2次轮流捞鱼，效率大大提升。2个小时的时间，一共收获了11条鲤鱼。随后，我带着这些鱼准备去镇上卖掉。叶家屯乡距孟岭镇有10里地，我推着手推车走了1小时才到镇上，正好是矿上工人下班的时间。街道上人来人往，我将2个水桶放到地上，然后高声吆喝起来：
快来看，快来看，新鲜的活鱼便宜卖了呀！哎呀，有卖鱼的活蹦乱跳的呢，看着挺新鲜啊。刚才我还想买鱼呢，可是供销社里卖的鱼都粘不拉几，像是要死。那一斤还有1块多呢。物美价廉，纯天然，不好吃不香，都不要钱了呀。哟，我说大兄弟，听你吆喝的挺热闹的，这鱼咋卖呀？大姐，今天你可来着了，这是刚刚从大河里捞出来的，纯野生，新鲜着呢，3元1条。怎么不论斤卖呀？大哥，实不相瞒，我是10里外叶家屯的，家里困难没有钱，孩子饿得哇哇哭，我这也是被逼无奈才捞点鱼出来换钱。咱也不是专业卖这个的，家里也没个秤，所以就论条卖了。听着怪可怜的，大兄弟给我来1条吧。好嘞，我给您挑条大的。大姐，您是不知道啊，这常吃鱼啊，它美容养颜，吃了这鱼，今天您看的是我姐，明天看的就是我妹，后天您看着就像16岁。大兄弟你可真逗，就是没吃这鱼，光听你这话都乐得年轻了。大哥，你来1条吗？鲤鱼跃龙门，吃了这鲤鱼科员生主任呢。那就买1条，借你吉言。好嘞，大哥，山珍海味新鲜才对，野生活鱼便宜卖，一共也没有几条了，快来买啊，先到先得了。随着我卖力的吆喝，你1条他1条的，一会儿的功夫就卖的只剩下1条。这时一个30左右岁的妇女走了过来，我说大兄弟，这鱼卖没了，最后剩的这条有点小啊。我定眼一看，觉得眼前的这个妇女有些眼熟，这不是矿工的头马宝才的老婆杨艳红吗？上一世的时候，马宝才2口子可没少对我照顾，没想到重生的第1天就遇到了嫂子，就剩下最后这1条小的了，我就送你吧。那怎么行？这属9寒冬的，不能白要了兄弟的东西啊。嫂子，这是在大河里捞的，也没本钱，这条鱼就给你家我大哥下酒了，下次我再来卖东西，还指望着大哥和嫂子多帮衬了。那行，至于今天嫂子就收着，等你下次再来卖东西，直接去煤矿工人家数封大片，就说你大哥是队长，马宝才就能找到我家了，到时嫂子帮你卖货好嘞。嫂子，以后少不了麻烦你和我大哥了。杨艳红走后，我收拾好家伙时，准备去供销社买点东西。按照前世的记忆，就在今晚，村里娘娘山上一个废弃的捕猎陷阱捕获到了1只大野猪，而这大野猪就是我成为万元户的第1个。所以想要自己卖猪肉，就得要有秤，还要有分割肉的刀。进了供销社，我先把秤和刀买了，然后又买了一些大米和白面。出了供销社，把买的东西都放在手推车里，然后迈开步子向家里奔去。你回来了，冷不冷？老婆，一点都不冷，越走越热乎。那鱼我全都卖了，还买了些大米、白面、金喜粮。哎呀，那么贵，你买这么多干什么？老婆，我向你保证过的，以后咱家顿顿金喜粮，除非你吃腻了。这还有剩下的10块钱，你收好了呀。大团结，你确定要放我这里？此时王梦婷感觉脑袋不够用，以前的我可是千方百计的从他手里往出要钱，从来就没给过他钱。挣了钱不放老婆这里放哪里？对了，我还买了秤，晚上我打算上山看看有没有野猪什么的，到时候抓来论斤卖。那你可得小心点，要不然就别去了，多危险啊！老婆，你放心吧，要是能抓到大野猪，咱们就发财了。重生到82年，我用前世的记忆在波波山上捡到了1头大野猪。老婆，你带孩子们先睡吧，我去波波山上看看有没有野兔、野猪什么的。现在这么晚了，要不明天再去吧？没事儿，别担心，我去溜达一圈就回来。带上了一些家伙时，我推着手推车就朝着波波山出发了。不知道所有的事情还会不会按照上一世的轨迹发展，会不会因为自己的重生而发生什么变化呢？没多久，我就来到了波波山上那个陷阱点，果然跟前世的记忆一样，一只大野猪在陷阱中疯狂地挣扎着。还好一切都没有变，我的第1桶金就从你身上开始赚起吧。趁着大野猪还没醒，我得赶紧给它放起，不然猪肉的颜色不好看，就会影响寿命。我费了9牛2虎之力，把放完血的野猪弄到了手推车上。这野猪太大了，得有200多斤，车轱辘都给我干瓢了。明天把猪肉卖掉，有了流动资金就可以做买卖了。刚回到家，我就看到王梦婷站在院子里。老婆，你怎么出来了？这么晚了，你还没回来，出来看看。老婆，看看车里是什么？这次我整了个狠货。我去，这么大的野猪，小峰你没事吧？没伤着哪儿吧？老婆，我没事，抓它就跟抓小鸡仔一样。你是没看到这野猪被我追得直直跑。老婆，一会儿你帮我收拾一下这大野猪，等天一亮我就把猪肉推到镇上去卖掉。烧水退猪毛，清理内脏，分割猪肉。在王梦婷的帮助下，一直忙到后半夜才算整理好。第2天一大早，屯子里的公鸡刚开始练嗓子，我就从被窝里爬了起来，选了最肥最好的2条肉留了下来，准备给爸妈家和自己家吃。随后我便推着剩下的1车野猪肉就朝着镇上赶去。走了将近1小时，我终于来到了镇上。这一次我直接去了煤矿工人家属房，找到了昨天碰到的那个小嫂子杨艳红家。你找谁？开门的是马宝才，还是跟上一世一样，人狠话不多，矿工头头我马哥。你是马哥吧？我是陆家屯的，我叫陆小峰，昨天来镇上卖鱼，嫂子知道的。哎呀，是小峰兄弟来了，快进屋。宝才，这就是我昨天跟你说的，给咱们鱼的大兄弟老讲究了。嫂子，我就不进屋了。昨天晚上在山上抓了1只大野猪，这不起早
我就推过来准备卖肉呢。马宝才听我说抓到野猪，立马便来了兴趣。哎呀，兄弟，你这身手可以啊，野猪都能抓到。马哥，我哪有什么身手，是这野猪掉进陷阱被我遇到了。哈哈哈，兄弟，那你是真有点幸运啊。马哥，嫂子，这块肉够肥，能出不少油，快拿盆装起来。小峰兄弟，这肉我要，那你得称下看看多少钱。要是还不要钱，那你可就没拿我们当你哥和你嫂子看了。行，嫂子，那就按收入算，1斤7毛，4斤就是3.2块，你给我3块就行了。你给小峰兄弟拿4块，不能总让人家吃亏。马哥，什么吃亏不吃亏的？亲兄弟明算账，这钱你要是不拿，以后咱们没得处。那行，既然马哥这么说了，那兄弟我就收了。走，小峰兄弟，我先帮你把猪肉卖了。马宝才是矿工队长，他在家属房大声地喊了几个，这家客户一听就都跑出来。在80年代，下井背煤可是个高危职业，矿工们挣得多，也舍得花钱，所以做煤矿工人的生意是最容易的。我见人都围了上来，便开始卖力地吆喝了起来。家人们，今天给大家来一波福利，野猪肉想不想要？想要。来，马哥告诉我外面1斤多少钱？0.99元。来，家人们原价0.99元，今天在我这，我给大家来一波福利，来，0.99元要不要？不要。0.88元要不要？不要。来，0.78元，直接上称。小峰兄弟赔钱了，家人们赔钱算我的，想要的给我扣波111。来，家人们准备好你们的手速，最后20斤要不要？经过我一顿操作猛如虎，没多久大家就把猪肉抢购一空，只剩下一个猪脑袋。马哥，这猪头你拿回去胡熟了，等2月2龙抬头，你和嫂子吃猪头肉。行，那就谢谢小峰兄弟了。走，去我家让你嫂子整几个菜，咱们哥俩整2口。经过了一上午的相处，马宝才和我也彼此熟络了，成为了真正的朋友。在马宝才家吃完饭后，我又去供销社买了一些东西，然后就急匆匆地往家里赶。妈妈，爸爸回来了！哇，爸爸买好东西了。这么快就卖完了？你早上走的时候我都不知道吃饭了吗？都饿坏了吧？老婆，我吃过了。今天在矿区新认识了个朋友，叫马宝才，马哥挺够意思的，不但帮我卖猪肉，还请我到他家吃饭呢。那挺好，马哥这人能处。老婆，我还给你买了个发卡。买它干啥？多浪费钱啊！不浪费，只要老婆喜欢，多少钱我都愿意买。老婆，今天那大野猪一共卖了180.6块。哇，第一次看见这么多的钱。老婆，我想用这些钱去城里拉一些苹果回来卖，苹果一储存不会坏，不会赔钱的。你说啥就是啥，我支持你。好，那你跟我去大哥家借的车吧，要是你不去的话，恐怕咱爸屋都不能让我进行。那我跟你去。对了，早上我留家里的2块肉，拿上1块肉。我早上就给爸妈他们送过去了，他们家人口多，我拿去的是那块大的。老婆，你真好，还知道把肉给爸妈他们家送去，一点不抠搜。能娶到你这样的老婆，是我这一生最大的幸运。行了，快走吧，别有嘴滑舌了。父亲和大哥住在一起，父亲在东屋，大哥住西屋。哎呀，孙子孙女来了，快上炕让奶奶看看冷不冷。爷爷奶奶，爷爷奶奶，快到爷爷这来，爷爷给5手。父母看到孙子孙女，那是乐开了花，隔辈人那是实打实的喜欢。可当老爹看到我也来了的时候，老脸立马拉下。你这个混小子，谁让你进来的？哎呀，行了，老儿子抓到野猪，还不是先让孟婷把肉给你这当爹的送过来了？儿子来家里了还不让？我深深地看了王梦婷一眼，她故意说是我让她来送肉的。这个老婆对我真是十分的好。还能天天捡野猪啊？就不能下腰，干点正事？爸，你说的对，野猪也不能天天见到，所以我想做买卖挣钱。老儿子可不能干那个投机倒把的事儿啊！八里庙的张二嘎因为投机倒把都进去了。妈，那是以前，现在改革开放了，鼓励个体经济，而且这次我去镇上卖猪肉，街上就有做买卖的，要是不允许，他们不早都被抓了。这时大哥和大嫂听到声音也来了东屋。这点小峰没撒谎，前几天我去镇上就看到不少人在街上买东西。大哥，你猜我去镇上卖猪肉一共卖了多少钱？多少？不算买的米油啥地，光钱就是188.6块。卖这么多？爸，你想想，镇上的王麻子来咱们屯收猪，一只才给100块钱，他拿去镇上卖，这得赚多少钱啊？咋的呢？你也想卖猪肉啊？一个买卖干的人多了，就会恶性竞争，最后大家都不赚钱。咱不卖猪肉，我要做的是别人都没做的买卖，这样才好赚钱。那你要干啥？我今天去镇上卖肉，听他们说供销社里的苹果断货了，咱们这里的路汽车反而不如马车、驴车好走。一下大雪，县城的汽车就不好来送货，所以我想去县城自己拉苹果回来卖这东西，抗科的指定能赚钱。爸，你看呢？爸，你看呢？我听着行，要过年了，家家都会给娃子们买苹果吃。小峰啊，你说你早这样该多好，一点都不让我省心。既然行，那大哥你把毛驴车借我用用，
你小子上次把我的羊偷偷给我卖了，这回不是又想要卖我的驴吧？大哥，小峰现在不混了，他捞鱼卖钱，上山打猎卖钱，起早贪黑的。这次我可以给他担保，要是驴车出了问题，我就是卖房卖地也会偿还的。弟妹，你说的哪类话？我兄弟以前那么混蛋，你都不离不弃，现在他要回头学好。当大哥的一定支持小峰，我不但驴车借你，你有啥活哥帮你干，只要你以后别再犯浑就行。大哥，我还真有事要你帮忙。咱都是一家人，说吧，让你大哥干啥？大哥大嫂，我准备在咱们屯子收山货，然后拉去县城卖，之后回来拉苹果，这样来回都赚钱，赚的钱咱哥俩一家一半。一家人提啥钱不钱的，看你走了正路，你大哥和我还有爸妈都高兴了，我们都帮你。狗剩二丫跟我玩几天，这帮小娃子我越看越喜欢。我这个倔老爹还保持着自己的尊严，明明是想帮助我看孩子，哎，他就是不直说。那我就给大伙儿做饭。妈，小峰买了很多大米、白面和豆油，以后咱们都吃精细粮。此时的王梦婷开心的笑，她做梦都盼望着能有这么一天。走，大哥，咱们把收山货的消息在村子里放出去。重生回到1982年，我靠卖野猪肉赚到了第1桶金，接着我开始倒卖山货和水果，让自己成为了全村的第1个万元户。全村的老少爷们注意了哈，陆小峰家收山货了，现金结算，蘑菇、松子啥的有多少收多少，重要的事情说3遍，3遍，3遍，3遍。真的假的？这平日里山上随便采的蘑菇，榛子还能卖钱？这家里可是存了不少，要是真能卖钱，那可挺好。经过大哥这么一吆喝，村里的村民们陆陆续续都来到我家，开始拿山货换钱。小峰哥，这山货真能换钱吗？那是当然，只要收货品质达标，统统是5分钱1斤，有多少要多少。大哥大嫂，你们俩负责把关过仓，老婆你负责记账，我负责给钱。那就这样。就这样，我和大哥大嫂一直忙到了天黑。老婆，今天收山货一共花了50块钱，你看看总共收了多少斤山货？今天一共收了150斤榛蘑，50斤红松蘑，300斤松子，500斤的榛子。老儿子，这真的能挣钱吗？这可一下花了50块钱呢。老娘们儿家家的知道个啥？不试一下怎么能知道挣不挣钱？妈，你就放心吧，保证挣钱。对了，咱们谁也别说我去哪卖这些东西，免得有人抢了咱的买卖。大家听后都纷纷点头。这时老爹乐得合不拢嘴。小峰啊，你这脑袋瓜子随我不孬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我就赶着大哥的驴车，装上山货，就朝着城里出发了。在前世的记忆里，此时的县城生活水平可比蒙岭镇高的不止一个档次。城里人在能吃饱的前提下，逐渐开始对美食有了更高的要求，所以这纯野生的山货肯定会抢着要。大约赶了3小时的路，我终于抵达了现场。我找了一个人流多的地方，把山货都摆在了地上，然后开始吆喝了起来。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，纯野生山货可好吃了呀，不好吃打嘴巴子都不带急眼的呀。来瞧一瞧啊，大哥买了送大嫂，大嫂高兴的不得了，大嫂买了送大哥，大哥高兴的没话说。长江水浪滔滔，谁都得服。范德彪长江水浪打浪，买咱的山货不上当了呀。经过我这么一吆喝，给城里人听的都一愣一愣的。他1斤我1两，1个小时的时间就卖了200-300斤。而就在这时，我注意到一旁的角落有几个人既不买东西也不离开着，就死死地盯着我的小摊。看来这几个人就是最早期的导演了，无论什么时候都不缺少头脑聪明的人。趁着没人买货的空档，我把这几个人都叫了过来。我说，哥几个都盯过这么长时间了，是不是也想卖这些山货？那感情好，有钱大家一起赚呗。大兄弟，你挺大方啊！难不成你还能告诉我们这山货是从哪里拿来的？告诉你们再拿也没用，现在也不是采山货的季节，我这些货都是我提前收购的。这几个人一听，立马都泄了气。一想也是，这大冬天的上哪去采蘑菇？没有山货，那我们还咋赚钱？我可以把山货批发给你们，县城这么大，你们可找一处人流大的地方，这不是稳稳的赚钱？这么好的买卖，那你自己咋不卖了？不瞒你们说，我这赶车到这里得走6-7个小时，半夜12点我就得爬起来到这再卖一天山货，回去又得6-7个小时，就算是铁人也得干生锈了。钱挣的再多也要有命花，不是说的也是天天这么干，啥人都得干废了。那你打算怎么批发给我们？这山货我是4毛钱1斤收过来的，0.45元1斤批发给你们，这都是干货，也不掉仓。你们卖1斤挣5分，100斤就到手5块钱。看看我刚才1个小时就卖了几百斤，这不比干别的强？经过我一顿的满嘴跑火车，这几个人都被我忽悠瘸了。大兄弟，一样给我100斤，我现在就找地方去卖。我也要100斤，俺也一样。大家别着急，今天车上剩的不多，我给大家平均分一下，等我明天来，我再多拉一些，让你们往死卖。把车上的山货都分完后，我把今天赚的钱清点一下，一共是455.8块钱，只用了50块本钱就净赚了400多，真是遍地是黄金的年代啊！就在我高兴的找不到北的时候，一个黑不溜秋的青年从我身边走了过去。这不是黑子吗？上一世我和黑子很熟，黑子是个烟贩子，在这个年代，烟不是想买就能买到的，没有指标的就需要找这所谓的烟贩子。随后我叫住了黑子，从他手里买了5包大前门。今天来城里批发苹果，那人情世故肯定是必不可少的。
紧接着，我赶着驴车就来到了农贸市场。在门卫大爷的指引下，我找到了主任办公室。小伙子，你找谁？胡主任，我叫陆小峰，是孟岭镇陆家屯的。我一边说着，一边将2盒大前门塞进了胡主任的兜里。小伙子，人不大，规矩还懂得挺多。说吧，你有啥目的？胡主任，我想在你这件1000斤苹果卖，这不快过年了，想挣点年货钱。小伙子，现在苹果特别抢手，有的乡下供销社都断货了，还没送呢。你这张口就是1000斤，肯定不行。胡主任，我虽然是把苹果直接拉走，但摊位费什么的我都照常交，咱也不知道去哪办理，这些就麻烦胡主任帮忙代交了吧。说完，我便使用了超能力，往胡主任兜里塞了一张大团结。胡主任，我这也是给孟岭镇上的煤矿工人进的水果，帮着解决劳动人民的生活所需，为社会多做贡献嘛。哎呀，要给煤矿工人啊，怎么不早说？工人兄弟们最辛苦了，正是因为他们的辛勤付出，才保证了大家冬日的取暖问题，这得特事特办。小峰啊，国光苹果0.25元，红香蕉苹果0.33元，你要哪个？不给领导添麻烦，胡主任给哪个算哪个。行，小伙子会来事，那就国光700斤，红香蕉300斤，价格低的好卖，就多给你点行。那就多谢胡主任了。我美滋滋的拿着提货单走出了办公室，然后牵着驴车来到了农贸市场的集货点。你是来进货的吧？先去找胡主任开条子。大哥，条子胡主任已经开好了。就在管事的在看单子的时候，我偷偷往他兜里塞了1盒大前门。这年头，无论是做生意还是求人办事，都得要懂得人情世故。收到烟的刘二赖笑得嘴丫子都咧到耳后根了，态度立马就变得不一样了。来，伙计们挑最好的没磕碰的给大兄弟装。驴车上装完了苹果，交完了钱，我就驾着驴车急匆匆的往家里赶去。按照上一世的记忆，腊月15那天会下一场大雪，我要趁着下雪前多囤一些货，到那时别人手里都没有，那我这囤的货都得卖疯了。回到家时已经是下午3点，院子里的大哥大嫂还有王梦婷还都在忙着收山货。小峰，你回来了，这来送山货的人太多了，外村的人听到消息都过来送了。对了，小峰，我这里钱也快没了。老婆，我这买完苹果还剩158，先给你，一会儿我把拉回来的苹果卖了就有钱了。老少爷们们，大家来看看我拉回来的一车苹果，有国光，还有红香蕉，你们有想吃的可以直接用山货换，也可以用钱买。小峰，你小子头脑可真灵光！上午我去镇上供销社都没买到苹果，你这居然能搞回来一大车！这卖多少钱啊？用散货咋换啊？大家伙听我说，马上过年了，苹果什么的都断货了。这些苹果还是我好不容易从朋友手里运过来的，所以会比供销社贵一些。国光苹果0.51元斤，红香蕉苹果0.61元斤。如果用山货换的话，国光苹果10斤山货换，红香蕉苹果12斤山货换。因为可以用山货换苹果，不用掏钱，大家没怎么考虑苹果价格的高低，就像上一世网购用花呗，大家都开始盲目的买。现在资金压力完全没有了，大家卖的山货不再要钱，而是直接拿山货换苹果了。直到太阳快要落山，送山货的人才逐渐变少，山货满满在院子里落了一大堆，新拉回来的苹果也卖掉了300斤左右。王梦婷整理着今天一天的账目，尤其增加了苹果的换购，统计起来更费事，算盘噼里啪啦打得直响。今天山货一共收了3200斤，苹果卖出去300斤。小峰，明天山货还收不收啊？必须收，有多少收多少。小峰，你今天拉走的山货卖得这么快吗？那可是1000斤呢。大嫂，要是就我自己卖，肯定是卖不完的，我把大部分的都批发出去了。这小子眼珠子一转，就一个道，随我。小峰啊，那山货你卖多少钱一斤啊？我自己卖的是0.51元斤，批发给他们是0.45元一斤啊。你小子是真狠啊！你分分的你卖5毛钱，这一点不随我，随你姥姥家的歌。小峰，那这1000斤山货就相当于挣了400多。哎呀妈呀，咋一下挣这些钱？小峰啊，可千万别犯啥错误啊！不是我说你老娘们家的，咋总说那话？好事都被你说坏了。好了吧，大哥大嫂也都累了一天了，咱们先吃饭吧。狗生2丫一天没看到爸爸，想不想我呀？爸爸，大象放屁，好想好想。这孩子都跟我玩上歇后语了。重生回到80年代，我靠着倒卖山货和苹果，一天就赚了3000块。哎呀，小峰兄弟来了，快进屋上炕暖和暖和。嫂子，大哥没在家吗？你大哥去矿上了，来，快进来，嫂子给你暖和暖和。嫂子，我就不进屋了，今天来镇上卖苹果，顺便给你和大哥带一带尝尝。哎呀，小峰兄弟，你说你总给嫂子白拿东西，嫂子都不好意思了。你等着嫂子收拾收拾，也去帮你卖苹果。行，嫂子，那我先在外面吆喝着瞧一瞧，看一看呢。大苹果红又胖，吃完苹果火力旺，猪肉香，牛肉香，不如吃点咱家大苹果更健康。真不错，看着挺厚，颗头大不说，还没有磕伤，就是不知道口感咋样。我大兄弟卖的苹果指定差不了，要是有问题大家来找我，他就是前几天来卖猪肉的那个，我家宝财的兄弟。我见时机成熟，便把手里的苹果啃成小块，递给大家品尝。老话说得好，先尝后买，方知好歹，大家尝尝看，好吃了再买。确实不错，嘎嘣脆，多少钱一斤？
大家也都知道，最近供销售的苹果都断货了，苹果不好进，所以现在进货价也都上涨了。国光苹果就按0.5亿元斤，红香蕉0.6亿元斤，有苹果大家就赶快买吧，要不然过年都吃不上苹果了。在杨艳红的推波助澜下，苹果也就卖开了。你买5斤，他买8斤的，300斤苹果一会儿的功夫就卖完了。大兄弟，你能弄些橘子来吗？如果有橘子，我买2麻袋。是啊，现在橘子可是稀罕物，肯定比苹果更受欢迎。行，下次有橘子，我一定给大家带来价格公道。但如果我拉来了，你们可得买啊，不然老弟我就赔了。大兄弟，你放心，反正是你赔，又不是我赔啊。不是，你放心了，我们大家肯定都买单。大姐，你吓我一跳，还以为你玩我呢。嫂子，下次拉橘子时，我再给你和大哥送1麻袋。你真是我的好弟弟，够意思。走，小风冷喝的在外面站半天了，回嫂子家，嫂子给你烧点热水，洗个热水澡暖和暖和。嫂子，我这还有事呢，我就不去了，下次有机会的。告别了杨艳红后，我又来到了镇上卖牛马的张三家。驴车现在太小，而且毛驴也拉不动，太多东西已经不够用了。在经过一番讲价还价后，最后连马带车一共花了240块钱。回到家的时候已经是中午，全家人看见马车都围了过来。小峰，这马车是谁家的？大哥，这是我刚买的，连马带车一共240块钱，这马车比驴走得快多了。小峰啊，毛驴车又不是不让你用，你还花那么多钱买马车干啥？嫂子，咱们离县城太远，毛驴车拉得少，走得慢，这一天的功夫全搭在路上了，还拉不了多少货。另外，毛驴车在家，大哥可以赶车去离咱家远一点的村屯收山货，这样既能扩大收购范围，又能增加收入。小峰说的对，这脑袋没白长，以后几个孩子让他奶奶看着，小国去外屯收山货。这个主意好，一举两得，挣这双份的钱呢。爸，一会儿我去县城送山货，你和我妈想吃啥，我给你带回来点。哼，啥都不要你呀，以后别给我添堵，就比啥都强。小峰啊，妈啥都不馋，老儿子你懂得赚钱养家了，拿着比吃肉都香。爸妈，以后我会让咱家都过上人人都羡慕的好日子。随后，我用新马车拉了3000斤的山货，就朝着县城出发了。马车果然比驴车快多了，不到2个小时，我就来到了现场。李四和赵林他们早早的就在约定的地点等着，身边还多了几个陌生的面孔。小峰兄弟，我有几个亲戚也想在你这批发点山货去卖。真是瞌睡了，就有人送枕头。本来担心这几个人吃不下这3000斤山货呢，现在多了几个人，看来今天的货又不够分了。行，老四，你亲戚越多越好，明天我再多拉一些过来，让你们往死卖。3000斤山货换来了1350块，一张张的大团结拿在手里，特别的踏实。随后我又去了农贸市场，在谷主任那里花350块钱批了1000斤橘子。橘子有遭损，价格不能太低，那就比买1斤8毛整袋哪可以便宜1块。打定了主意，我在空中甩了个鞭，想加快了速度往家里赶。回到家后，我和大哥赶紧把车上的橘子都搬进了屋里，要是动了就不能卖了。吃过了晚饭，王梦婷把整理完的账本拿了过来。今天家里一共收了2500斤山货，大哥去外屯收了1000斤，再加上昨天剩下没运走的500斤，现在家里一共有山货4000斤，苹果全卖没了。现在把卖野猪肉188.6块的本钱算，里面一共还剩155块。老婆，你不愧是下乡女知青啊，这账我弄得明明白白的。哼，你个小兔崽子能娶到梦婷，那是烧了高香积了8辈子的大德，还一天天的胡混，啥也不是啊。以前的事还提他干啥？现在我不是好了吗？你看看你儿子，我今天赚的。老儿子这是多少钱啊？妈，今天山货一共卖了1350块钱，进橘子花了350，再加上使用的超能力和买回来的米面什么的，一共花了100，这里一共剩下900块钱。梦婷，咱们到底挣了多少钱呢？在收山货前，咱们的本金是卖野猪肉的188.6元，现在手上的现金是1055元，光现金咱们就已经赚了866.4元。额外我们还有4000斤山货和1000斤橘子待售，要是按钱算的话，那一共就是3466元。我的妈呀，这才几天时间，我们竟然赚了这么多！大哥，这里有一半是你的，你好好想想，这么多钱该怎么花吧。小峰，这钱大哥不要，你里自空，这钱留着好好过日子。大哥，咱们是一家人，现在能挣这么多，将来一定能挣得更多。你弟弟我不混了，以后真要是缺钱了，我再跟大哥要。小国，你就收下吧，万一这个混球只是3分钟热度，你还能帮他攒下一半。老婆，那就先和大哥平分400元，剩下255元接着收山货，以后挣了再分。转眼来到了第2天，我赶着马车照常去城里送山货。腊月12，离年越来越近了，县城里的人们采购年货的热情高涨，需求量激增。李四他们把山货卖的都不剩什么，一早就来等我来送货。今天又增加了几个来批发山货的人，都是亲属介绍，亲属眼看着赚钱就都跑来干，4000斤山货很快就被瓜分一空。而这时的赵林却在一旁打起了小算盘，他已经托人打听到了我在村里低价收山货的消息。好你个陆小峰，5分钱收的山货居然卖给我们0.45元，
你这小子心比锅底都黑。赵林并没有把这个消息告诉大家，而是暗地里让自己村里的亲戚1毛钱1斤开始收山货，高出了我5分钱。他是想把山货都抢过去，但他不知道的是，这一切早就在我的预料之中。他会为自己愚蠢的行为而付出惨痛的代价。这次带来的4000斤山货批发出去后，到手了1800块。接着我来到了农贸市场，找到了胡主任，我打算今天多批发一点苹果。胡主任，您今天看起来比昨天年轻多了。你这小子净胡扯，都老了还年什么轻？胡主任，我看今天拉苹果的车不少，我想多拉些回去。哎呀，小风啦，这一看到车多，很多人都想多囤货。听了胡主任的话，我自然懂得了是什么意思。我随即掏出了4张大团结，放在了办公桌上。这小子就是聪明，一点就透。胡主任是最关心咱们煤矿工人的生活的。上次拉回去的1000斤苹果，大家都没够分。小风啦，你反映的情况好啊，我必须要保证工人兄弟们的生活供给。别人想囤货的可以先等一等，工人兄弟们怎么能没吃的呢？这次我给你批4000斤的苹果。哎呀，那太感谢胡主任了。来到农贸市场集货，我将提货单交给了刘二赖。刘二赖看到是4000斤后，也是大吃一惊。这小子不会是胡主任的私生子吧？没见胡主任这么大量过。现在的刘二赖可不敢小瞧我，特意嘱咐着装卸工们拿最好的那堆苹果。这4000斤的苹果一共花了1080块。我慢悠悠地赶着马车，毕竟这次拉的比较多，这半路要是翻车了可不好找。当村里人看见我拉了一大车苹果回来，立马都围了上来。由于上次一车苹果拉回来，第2天就没了，这次大家都争先恐后的想要购买，有用山货换的，有直接掏钱买，一直忙活到了晚上。吃完饭后，王梦婷又把统计的账本拿了过来，汇总一天的账务是她每天必做的。今天家里收山货一共收了5500斤，橘子一共卖出去960斤，苹果一共卖出去2500斤，家里还有1500斤。现在手里的现金一共是2670元。我的妈呀！昨天我们手头只有255元，4000斤山货，1000斤橘子，仅仅1天时间，山货比昨天多了1500斤，1000斤橘子变成1500斤苹果，而现金比昨天增加了2400多元。小峰啊，你现在就是咱家的财神爷呀！重生后，我靠倒卖山货日进斗金，可就在我即将要成为万元户时，有人竟想要抢走我的生意。陆小峰，你这山货明天我不要了。咋的？赵林，你这是几个意思啊？你小子心里没点数的吗？真是太黑了！哥几个想赚钱的跟我走。呵呵，看来低价收山货的消息是被赵林这小子知道了。赵林，到时候你可别哭着来求我。此时的我并不慌，因为这一切都在我的预料之中。赵林会为自己愚蠢的行为而付出惨痛的代价。我已经托人打听好几天了，我一个亲戚就住在陆小峰家附近的村子，他说他们那一片有收山货的，0.25元1斤，估计就是陆小峰干的。这小子心比锅底都黑，0.25元收的批发给咱们0.45元，就是太黑了。如果这山货是咱们自己收了，你们说卖5毛钱1斤，咱得多赚多少钱？赵哥，你说咋干？我听你的。对，赵哥都听你的，咱们仨合伙。我都已经让我那亲戚去收山货了，等凑够一汽车，咱们雇大东风去拉回来，这钱不是哗哗的赚。春生和二雷听后，对赵林是感恩戴德，连连称赞。可他们哪里知道，赵林是怕自己一个人年前卖不完，过了年又卖不动了，所以拉2个人帮着卖。而且我说我是0.25元收的山货，这样还能赚哥俩傻猫一笔钱。非常划算。那赵哥需要准备多少钱？陆小峰0.25元收山货，我们想快速从他手上抢来山货，至少要加价到0.31元斤。赵林看他们2人已经上套，就又提高了5分钱，自己能多挣点是点啊。赵哥说的对，不加钱怎么能抢过来生意？一大车怎么也能拉1万斤了，需要3000元本钱，咱仨一人1000元。那行，我把手里剩的山货卖了再去借点，等赵哥你把山货运过来，我保证能凑够啊。赵哥，我也马上去借钱，山货到了指定不能踩着。这俩小子真是不见兔子不撒鹰啊！幸好没告诉你们底价，1毛钱收来再卖，你们3毛血赚。好，那个我先给你们垫，上等山货运到了，你们再给钱。几人商量完便分开了，心里还都认为把对方拿捏得死死的。而另一边，我又从胡主任那批了1000斤的橘子，正赶着马车往回走。按照前世的记忆，腊月15那天回大雪峰路，到时候回村的20里山路可就走不了了，所以现在我要提前做准备。于是我在进山前的村子找了一户人家。小伙子，你要找谁呀？大哥，我是线上农贸市场的，给孟岭镇供销社送货的。那你有什么事吗？大哥，你家门前的县道遇到大雪天还能走车吗？当然能了，山道平台还有专门的人维护，什么时候都能走出来。那大哥，你家这院子租给我咋样？1年租金我给你20元。你要这院子干嘛？这是我爹的院子，上个月搬去他老丈人的村子住了，现在正好闲着在呢。大哥，我
我就是用这房子当中转站，临时放点货物或者给牲口喂料饮水啥的那行。只要你不干啥违法的事，我就租给你了。搞定了这件事后，我又把马车上的1000斤橘子拉到了矿区，卖光了橘子，回到了家，我就看到大哥愁眉苦脸的在那坐着。大哥，咋了？小峰，今天上午就收到500斤山货，现在柳家村也开始有人收山货了，而且是1毛钱1斤。不用想，这肯定是赵林这小子干的。大哥，没事，这早就在我的预料之中。他们现在说了也是白收，我听说后天要下暴雪，怕是要封路。明天咱俩把手里的山货全拉到现场卖掉，免得到时候困在家里不行。小峰，你说咋干就咋干，听你的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我和大哥就赶着驴马车前往了县城。这次除了赵林、春生和2雷3人，其他人陆陆续续都到齐了。没一会的功夫，5000斤的山货就被分了个精光。小峰，万一明天不下雪咋办？大哥，如果不下雪，就当休息1天，明天再来拉水果。随后，我把大哥带到了昨天租的那个院子。小峰也不是没房子住，咋还租一个呢？大哥，我寻思，要是真大雪封路了，别把车困山里，车先存放在这儿，一旦大雪封到了，我牵马出来，到这儿就能逃车进城做买卖，不耽误。行。回到家后，王梦婷开始归拢着账本。现在现金正好是5600元，山货和苹果都没有了，那正好一家分2800元。此时大嫂乐得合不拢，但忽然像是想到了什么。小峰，你说一家分2800元，不对呀，开始你出的188块，本金还没算呢，这得给你啊。没事，大嫂，那才几个钱，不算了。不行，梦婷，你算算我得给你多少钱？嫂子，小峰说不算就别算了，都是一家人。小国呀，你有毛驴车了，就把马车给小峰得了，就顶他的本金了。今天以后你们哥俩都有车用。行，那就按咱爸说了算。腊月15，漫天的大雪花下个不停，果然和上一世一样，地上厚厚的一层，踩上去都没过了脚面。此时的赵林早早的就醒了，因为昨天下午村里的亲戚已经告诉他，山货收购了1万斤了。他正准备出门雇大东风去柳家村拉山货，可出了屋，赵林就傻了眼。这大雪下的人眼都睁不开。赵林顶着大雪来到了大东风车司机范大彪家。你找谁？大哥，是这样的，我叫赵林，是通过老李头知道你家的。今天我来就是想雇你车拉趟货。这外面下这么大雪，出车太危险了，到哪儿拉货送哪里去啊？去孟岭镇的柳家村装货，拉回到咱们现场。我还想多活2年，你快去找别人吧。大哥，咋回事啊？车费不是问题。这不是车费的事，孟岭镇那里全是山路，不但危险，而且只要下上大雪，就是封路，马车、驴车都走不了。不到来年雪融化，就别想走车了。完了，这不摊上大事了吗？这是要赔钱啊！这要是等到来年雪化，估计山货都得生虫子了吧？再说过了年谁还买啊？而另一边，赵林那个村里的亲戚柳长青家堵了一群人。我说长青啊，大家都是信任你，才把山货都卖给你了。叶家屯叶小峰来收，大家都没卖他，可山货你拿了，咋迟迟不给钱呢？大发叔，大家信任我是一方面，我不也是给的高价吗？叶小峰来收是5分钱1斤，我给的可是1毛贵1半呢。放屁！你给100元1斤有啥用？不拿钱还不是空口白话。就说有人来收，你瞧黄台价，现在看下大雪封到了，你又不给钱了，你说说你是咋想的？我都跟你们说了，这个山货不是我钥匙替我亲戚收的，他来拉货就给你们钱了，我现在手里也没钱啊。你说没钱，那外村来送山货的，你咋都给钱了呢？你这意思，咱们本村的就不给了？要么等我亲戚来了给大家钱，要么就把山货拿回去，我也没别的办法。大家听听，这说的是人话吗？就是，早这么说，5分钱我也卖给陆小峰了，还白给你？不行，必须给钱，山货是不可能拿回去了，不给钱就拿他家的东西顶账。对，不给钱就把你媳妇抓走了。长青一听，当时就慌了，这不是要吵架吗？都别吵了，听我说2句。长青本意也是好的，想让大家卖山货挣点钱，他亲戚没来结账，又不是长青的过错。但是长青你也不能逃避责任，你现在就去找你的亲戚，让他给钱。行，大发叔，我现在就去县城找我那该死的亲戚，你们可千万别抄我的家啊！老弟，赶紧把收山货的钱给我，我都让村里人堵家门口了。彪哥，我这边有点情况，本来有2个合伙人的，当时答应人家山货到了再给钱的，可今天我去雇车，司机说雪大去不了村子那边，我现在手上也没钱啊。啥？没钱？你还让我收那么多山货，你这也太不靠谱了。彪哥，你别激动，只要把山货拉到县城，我那2个合伙人马上就会给钱。雪停了，我就雇车去拉货。你可拉倒吧，现在别说你雇汽车，就是雇火车，这大雪封路的也拉不走啊。彪哥，你看不行，就把山货给他们退回去吧。我今儿早上就是跟他们这么说的，可是他们不干啊，说是不给钱就要抄我的家。那现在你说咋整？实在不行，去叶家屯问问叶小峰家要不要这1万斤山货，1毛钱1斤，他能要吗？你想屁吃呢？人家一直是5分钱收山货，怎么会给咱1毛？知道咱们跟他抢生意，5分钱能不能要都两说呢？那我这不是铁杆的赔钱吗？你不赔钱咋整？还要让他们抄了我的？行，那你去问问他收不收吧。
重生回到80年代，为了大雪天拉火，我动手做了一个爬犁。小峰，你做这个东西要干什么呀？老婆，下了大雪山里马车用不上了，我准备用这个爬犁拉货，趁着年前再做点买卖。还要做什么买卖啊？我收山货的时候看到很多人家都有羊，我想收羊卖羊肉，年跟前家家肯定都要买肉的。小峰，你也别太累了，身体是本钱。没事，老婆来上来，我拉你几圈，试试这爬犁结不结实的。这什么死动静？家里有人吗？你找谁啊？这是收山货的陆小峰家吧？是的，我是柳家村的，我叫柳长青，现在我家有1万斤山货，小峰兄弟你要不要？我一听是柳家村的，又听他说有1万斤山货，所以基本确定他就是和我抢着收山货的那个人。我说大哥，你抬价收山货，跟我抢生意，现在怎么还要反卖给我呀？小峰兄弟，这山货是我表弟赵林让我帮收的，现在他又不要了。不是不要，是大雪封路拉不出去了吧？这大雪天的我也拉不出去啊，收过来也有赔钱的风险啊。小峰兄弟，你就帮帮我吧，这山货虽然我是按1毛钱收的，但给你还是5分钱，你要是不收这山货，我家都要让人抄了。柳哥，看在咱们家前庙后的住着，人不亲土还亲啊，这次我就帮你了。太感谢你了，小峰老弟，以后老弟你要是有啥事，尽管跟我说，我一定帮忙。柳哥，看你们村子养羊的不少，我要是去收羊，你能不能帮收便宜啊？这个好说，包在我身上走吧。小峰，那些村民还在我家等着呢，你也跟我走吧。父老乡亲们，大家平时采点山货不容易，柳哥被亲戚给骗了，大家得不到钱。柳哥是我好哥们，这事我不能看笑话，所以这山货我不管，我都要了。来，柳哥给大家付钱吧。此时柳长青感动的都想哭了。那个长青啊，昨天的事你也别往心里去，嫂子说话重了点。对，长青，我也给你道歉，我们都没啥心眼子，你大人不计小人过。都是一个村的，还说那些干啥？我先把山货钱给大家付了，一会儿谁家要是想卖羊羔子的，到我这儿登记，人家陆小峰还答应帮咱们卖羊羔子呢。哎呀，那太好了，这下了大雪，我正犯愁羊羔子怎么办呢？咱可把丑话说在前头，人家又帮着卖山货，又要帮着卖羊羔，谁要是想捡便宜，把羊多要价，我可不饶他。那哪能啊，小峰兄弟这么够意思。随后柳长青开始给村民们结账，给想卖羊羔的人登记，而我则是用爬犁把这1万斤山货一点一点的拉到了在山前村租的那个院子，一直忙活到了天黑，总算是都拉完了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我又来到了柳长青家，看看他羊羔子收的怎么样了。小峰兄弟，羊羔的价格我已经谈好了，10块一只。柳哥，这羊羔一只多少斤？最低是45斤，分量小的，这价咱不要。羊羔大约能出6成肉，毛斤45，基本就能出27斤净肉。现在羊肉0.95元钱1斤，也就是能卖25元钱，一只羊羔挣15元，这也是暴利了。那行，柳哥，我今天先拉几只看看。那我带你去胡三家，他家卖的羊最好。不错，这羊羔个头确实不小，估计都能有50斤。胡大哥，咱这样你看行不行？5只羊我全要，就按大家定的10元1只羊，你自己屠宰收拾板正的，但也不白让你宰，所有羊皮羊毛都给你。胡三一听，当时眼睛就亮了。羊皮加上羊毛至少值2元，这买卖划算的很。行，我还可以帮你屠宰别人家的羊，给我羊皮羊毛就行。那好，咱们就这么定了。没多长时间，5只羊全部收拾完毕。随后我把羊肉用爬犁拉到了山前村的院子，然后套上马车，拉着羊肉和4000斤山货就朝着县城出发了。来到了县城，刚把羊肉摆在地上，进山货的春生就走了过来。小峰兄弟，我还以为下大雪你不能来了呢，这咋还卖上羊肉了呢？山货快没了，卖点羊肉挣个年货钱。春生，你通知一下大伙儿，来把这山货分了。好嘞，我这就去叫他们。春生走后，我便开始叫卖起了羊肉。瞧一瞧，瞅一瞅，真真正正的纯羊肉，当天杀当天卖，保证新鲜不会坏。咱这最好的纯羊肉，咋吃你都吃不够，看好哪块来哪块，不管哪块都不赖。经过我这么一吆喝，再加上临近过年没一会的功夫，5只羊的羊肉全部卖完。羊肉加上羊杂，一共卖了148元，去掉本金50元，净挣98元，一只羊羔接近20元的利润，真是个好买卖。这时批发商货的人也陆陆续续的都过来，而赵林也在其中。峰哥，你看看我手里现在没钱了，能不能把货先赊给我，卖完货再给你钱？在这个年代，赵林绝对算是头脑聪明之人，能考虑到别人想不到的事情。这次赔钱也是不占天时的原因，而且这人懂取舍，知道断臂求生，这也算是个人才，留着以后对自己可能还有点用。赵林，以前的事我不跟你计较，我给你200斤山货，不要钱。赵林听后有点不敢相信，没想到他如此大度，以德报怨的人，这世上可不多。峰哥，谢的话我就不说了，以后有用到我赵林的地方你就说话，咱们是上见。分光了4000斤山货，又到手了1710块钱。在供销社买了一些东西后，我就驾着马车匆匆的往家里赶。刚到家门口，就看到了隔壁二大爷家的儿子陆前进。哎呦，这不是前进哥吗？啥时候回来的？学校放假了，小峰啊，我昨天回来的。这是谁家的马？我自己家的马，等有时间来我家坐坐。说完我便回了院子。上一世这个陆前进念的就是一个专科院校，败了家里无数的钱，最后还是一事无成。
陆小峰那二流子在哪偷的马？我问他，他还说是他家的，真搞笑。马是他买的，最近卖山货挣钱了，嘚瑟的不行。妈呀，他这是投机倒把！我在大学都听过，抓了不少人呢。被抓了更好，免得在眼前晃来晃去，看着心烦。好傻呀！陆小峰要是进去了，对我也有影响。等我毕业要参加工作，一查我家族发现有进去过的，那我还能找到好工作吗？不行，这影响儿子终身的可是大事，这我得去找你四叔说道。不能因为他家的混蛋二流子毁了我儿子的前程。咋了，二哥这着急忙慌的？老四啊，我家钱进回来了，他听说你们家小峰做买卖之后特别担心，那可是投机倒把，要进去的赶快别干了。二哥，当时我问小峰了，他说现在鼓励个体经济，不管这些了。我说廖四，你家小峰还能有我家钱进懂得多啊？那可是考上了大学的，别说咱们老陆家，就是整个屯子也是独一份吧。没事，二哥，反正现在下雪也不做了，以前干了也就干了，挣点钱也比出去鬼混强。明天你跟你儿子说一下，这可是大事，我是你二哥还能坑你吗？二哥，孩子大了，我现在也管不了，要不你就直接去跟小峰说吧。我说小峰啊，以后你这买卖别干了。咋了？二大爷为啥不让干了？还咋了？你前进哥说了，私自卖货做买卖，这属于投机倒把，是要被抓进去的。二大爷，上面政策早就改了，现在鼓励个体经济，你是没看报道？小兔崽子，啥报道？我就是不允许你做买卖。二大爷，你咋还骂上了呢？做不做买卖是我自己的事，即使是犯错误也是抓我，你着什么急？怎么就是你自己的事了？等你进去了，我家钱进，到时候还怎么找好工作？得被你牵连。二大爷有这精神头，你还是看看你儿子到底在外面上没上学吧。报纸新闻上都明确的报道过，允许民营企业，鼓励个体经济，这都没看到。老四，你看看你这混蛋子成了什么样？陆前进可是你亲侄子，是咱老陆家的希望，你就这么眼瞅着被这个二流子毁了。等叶前进出息了，你也是要跟着借光的。小峰啊，要不咱就……去年你有病住院，急需用钱，到我二大爷家可借出来1分钱，全屯的人都知道他家有钱。他不但1分钱不借，也不去看你一眼，那时候他可没有拿你当亲弟弟看，现在怕再影响他儿子了。陆前进就又是你亲侄子了。二哥，既然新闻报纸都报道过，一定就是允许的。镇上卖东西的人也不少，也没看谁被抓了。这时，听见动静的叶前进也走过来。那现在屯里的人都在，也都看着呢。咱们现在就去大队开证明，脱离和叶小峰他们家的亲属关系，以后他家出事和咱们无关。说的对，咱俩现在就去，日后有事乡亲们都能给作证啊。你也别愁眉苦脸的了，这样的亲戚最好还是别来往了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我又从胡三那里装了20只羊羔肉，然后就去了县城。刚到县城，我就碰到了个熟人。峰哥，你怎么在这卖肉？哎呦，黑子，你怎么逛这儿来了？我都在这卖好几天肉了。这黑不溜秋的青年叫黑子，是个烟贩子，拉水果是给胡主任、刘二代他们的烟都是在黑子这里买的。上一世我记得黑子因为倒卖香烟进去了，最后蹲了几10年。黑子过了年，你换个正经买卖吧，别管挣多少，安全第一。你要是不爱听，就当我没说。咋能不爱听呢？峰哥是没拿我当外人才跟我说这样的话。峰哥，以后你要是有啥挣钱的买卖，叫我一声，我跟你干。那行，有好事我一定叫上你。时间过得很快，在叶家屯与树林县城之间不停往返的马蹄声中，迎来了大年30这一天。我也停了下来，留在家里和老婆孩子一起欢欢喜喜过大年。小峰，咱家现在可是名副其实的万元户了。刚拢了一下账，我们手里一共有12620元。老婆，过完年我准备用这笔钱干一番大事业，让你过上富太太的生活。重生回到80年代，我花520块钱给家里买了一台长风牌黑白电视。媳妇，信号咋样？电视出来了没？小峰，你往左转半圈。爸爸，不对，不是转半圈，是转一点点。小峰，转过头了，再转回来半圈。爸爸，快转！转了半天，电视总算出人了，这感觉回忆满满。家里有电视了，最高兴的是狗蛋和二丫，他俩眼睛一眨不眨的盯着看。而就在我们一家高高兴兴的在看电视时，一个佝偻着背的老头颤颤巍巍的走了进来。爷爷，您怎么来了？吃饭了没有？小峰，爷爷冷。当初分家时，爷爷一直是跟着二大爷和二娘生活的，不到万不得已，爷爷是不会跑出他那间小屋子的。老婆，你给爷爷做点吃的，我去一趟二大爷家。小峰，别犯浑，别跟二娘吵架。二娘，我二大爷呢？问你二大爷干啥？叫我二大爷出来商量我爷爷生活费上的事。你二大爷在炕上睡着呢，你不会自己进屋叫？这一天是点叫，在我家院里瞎喊什么？二大爷，我爷爷呢？你爷爷在他屋里，你问什么？听到这话我明白了，原来这两口压根就不知道老爷不在屋里。这一天了，他俩也不进去看一眼。原来你就是这样对待我爷爷的。我没把爷爷跑出去的事告诉二大爷，而是转身去了我家。你说你爷爷跑你去了？爸，爷爷就在我家，我二爷太不是人了。小峰说的对，不能看着咱爸在二哥那活受罪。母亲话刚说完，我二大爷二娘带着村长就走了进来。小峰啊，你早上去你二大爷家商量你爷爷生活费的事，怎么一转身就走了？我本以为二大爷二娘是接爷爷回去的，把村长拉来当和事佬，没想到他们是来要生活费的。
老四啊，虽然咱们已经分家了，但小峰这孩子最近也没少赚钱，你日子过得越来越好。我和你二嫂现在供孩子念书，现在这手里也不宽裕，你看以后咱爸这生活费，你是不是得填吧填吧？对，老四，一年就100块，你少玩几把牌不就出来了？二大爷，我一大早去你家问我爷爷人呢，你真没听出我说话的意思？小峰，你什么意思？二大爷，当着村长的面，我再问你一遍，我爷爷是不是在你家？你什么意思？你爷爷不在我家，难道还在你家？好，在你家是吧？走，村长，那就当着我爷爷的面，我出生活费给我二大爷。随后我就和村长来到了二大爷家，二大爷和二娘住正房，而爷爷单独住在一旁的低矮小房。村长说：“你进去把我爷爷叫出来。”小峰啊，你爷不在屋里呀？啊，咱爸不在屋里。咱爸娘，我咋知道？你给咱爸送中午饭，你说你不知道？我还以为你给你爸送饭了呢。你没给咱爸送饭，你好歹给我说一声啊！你装什么老好人？你从早上到现在不进去看一眼你老爹，你让我看。行了，吵什么吵？我问你俩，我说人呢？村长说，从早上到现在，我爷爷就不在这个屋里。我二大爷二娘竟然不知道，你想想看，我爷爷饿死冻死，他俩是不是也不知道？就这样对待我爷爷，还好意思跟我们要生活费？你们两口子可真不是个东西。村长，你别听陆小峰胡咧咧，他就一二流子，他的话你能听吗？小兔崽子，你敢打我？吴凤霞，你个缺德的老太太！我爷爷屋里冰锅冷灶的，你是存心想把他冻死饿死？我爷爷受不了，早上才跑去我家的。陆小峰，你这孩子怎么还动手了呢？他是你长辈，是你亲二娘。村长说他把我爷爷往死里虐待，我打他都是轻的。爸妈，我们走，以后爷爷我来养。大海，就你们两口子这样，还好意思跟陆小峰要你老人的生活费？你俩丢人我不管，别把我拉上丢人。本以为教训了二娘吴凤霞一顿，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，可没想到这老太太心竟然这么毒。王叔，我二娘刚才买的什么？耗子药。大海，听我一句劝，对老人这事儿，你不能再让你媳妇拿捏你。村长，老爹我是接不回来了，小峰把他照顾得好，老人压根儿不在我家待了。你让你媳妇把你爹供到上房炕上，你看你爹来不？你自己好好折磨折磨吧。听了村长的话，陆大海没了一点言辞辩解，他老婆对老人不好，说到根子上是他当儿子的软弱无能，拿捏不住他老婆才是根本原因。听着村长的这一番劝说，陆大海心底里决定，对待自己老爹要按照自己意思了，再不能让吴凤霞横插一杠，胡乱拿捏。这时买完耗子药的二娘吴凤霞也回来了。村长来咱家干啥了？聋了吗？问你呢，他来咱家干什么？滚一边去，还不是你惹出的事？你不要皮脸，你还问我？吴凤霞愣住了，不知道自己男人今天怎么这么硬气。陆大海大步进了厨房，拿出了一把菜刀。你要干什么？吴凤霞，我给我老爹杀鸡炖鸡汤，你敢拦着你试试？在吴凤霞身心震惊中，叶大海把一只母鸡给嘎了。吴凤霞瞪着他，脸色阴沉了下来。小峰，二大爷，小峰刚出去了。梦婷，这是我炖的鸡汤，给你爷爷喝上一口。小峰回来给他说明白。放屋里吧，小峰回来我就说是你端来的鸡汤。二大爷走后，王梦婷把鸡汤放在锅里热了一下。小峰，你回来了。二大爷刚进来了。他给爷爷端了一盆鸡汤。小峰，二大爷要对爷爷好了。鸡汤让我看看。梦婷，不能给爷爷吃，倒了。倒了？为啥呀？梦婷，今天早上我还看到二娘在小卖部买耗子药呢，没准这鸡汤里就被她下了毒。小峰，这可不能瞎说呀！二娘怎么可能给爷爷下毒呢？二大爷会不会给鸡汤里下毒？我不敢肯定，但二娘会。她恨不得爷爷早点死了，我就不信她能发善心给爷爷喝鸡汤。小峰，这是二大爷端来的鸡汤。你这傻媳妇，要是二娘不同意，我那窝囊二大爷能把吃的给爷爷端来。说完，我便端着鸡汤就往外走。小峰，你要干嘛？有没有下毒？二娘吃了不就知道了。小峰，你别犯浑！我不理老婆拦劝，端着鸡汤盆就去了二大爷家，重生回到80年代。恶毒二娘一家竟好心给我端来鸡汤，为了验证鸡汤有没有毒，我把鸡汤又倒回了他们家锅里。小峰，咱也太小心了吧！老婆，这鸡汤有毒没毒，很快就会知道结果了。此时的二娘在锅里盛了一碗鸡汤，正美美的吃着。咋的？这家就你一个人吃饭啊？没我的？你自己没手，不会自己上。哼，你这又是上哪嘚瑟去？你管我去哪儿？你咋不在沟里摔死？二娘刚走到村长家门口，就一下栽倒在了地上，嘴里还吐着白沫子。吴凤霞，你好狠啊！果然是在鸡汤里下了毒。想到妻儿爷爷差点死在这两口子手里，我一咬牙就跑去了镇上派出所。帽子叔叔，我要报案。小伙子，别着急，慢慢说。帽子叔叔，我二大爷陆大海和我二娘吴凤霞在鸡汤里下毒，端到我家给我爷爷和我妻儿吃。我爷爷和我妻儿没事，吴凤霞自己被毒死了，赶紧出警啊！小张，你们两个跟我去陆家屯。乌尔乌尔乌尔乌，快给他灌水催吐。二大爷陆大海也被人爹喊了过来，他愣怔怔看着吴凤霞，突然想到了给老爹端去的那碗鸡汤，转身就往我家里跑。陆大海，你跑什么？你不管你媳妇？他这是活该，祈求散了。
小峰，陆小峰，二大爷咋了呀？这着急忙慌的。梦婷，那碗鸡汤能不能吃的？不能吃啊，有毒。二大爷，你给鸡汤里下毒了？梦婷，是吴凤霞下毒，是吴凤霞。鸡汤呢？你爷爷吃了没？你爷爷呢？我爷爷没喝鸡汤，小峰说有毒，所以倒掉了。看到家里人没事，二大爷又跑了回去。此时我和帽子叔叔也来到了现场，看到了二大爷，我立马扑上来。陆大海，你端的鸡汤里下了药，你端给我爷爷，你端给我妻儿，你想害死我们一家人。陆小峰，不要耍横，这是刑事案件，你报了案，自由帽子叔叔处理，你不要乱来。随后二娘被帽子叔叔拉去了医院，二大爷也被一起带走了。村长叔，这事儿你在大喇叭上给我喊清楚，吴凤霞跟陆大海在鸡汤里下毒，要毒死我爷爷，要毒死我妻儿，你在大喇叭上给我喊得清清楚楚，让全村人都知道。陆小峰，你冷静点，事已经交给帽子叔叔处理了，陆大海和吴凤霞也被带走了。我冷静不了，他们敢动我家人，我一定要杀了他们。小峰，你别犯浑，赶紧回家去。小峰，你回来了。老婆，吴凤霞被拉医院去了，陆大海也被带走了。小峰，这万一二娘真凉了，二大爷一口咬住是你在鸡汤里下了毒，那可咋办？老婆，你放心，我第一时间报了警，有帽子叔叔记录调查，我看谁能把白的说成黑的。乌尔乌尔乌尔，帽子叔叔，吴凤霞凉了吗？就过来了，事情已经调查清楚，是吴凤霞投毒谋害你家人，你在这份笔录上签字。这么快调查清楚了，我还以为他们两口子会反咬我一口呢。小峰，你把鸡汤倒回他家锅里，如果真洗了人，你也脱不了责任。我有什么责任？当我是法盲？转眼来到了第二天，二大爷也被放了出来。二大爷有什么事儿就站在院里说吧。小峰，你知道的是你二娘是吴凤霞干的，你不能冤枉我。我知道你是好心，是想给我爷爷吃一口好的，但吴凤霞能乐意吗？她判几年啊？少不了3年，我跟她离婚。啥？我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。这年头老夫老妻了，还能说出离婚这个词？但看二大爷的表情，不像是在开玩笑。二大爷，你真要跟吴凤霞离婚？我跟吴凤霞离婚是离定了，我来找你是想把你爷爷接回去。二大爷，不可能。小峰，我把我老爹关到上房炕上，我好吃好喝伺候着。二大爷，你是真想对我爷爷好，还是避嫌，不想让村里人说闲话？这时听见动静的爷爷走了出来。老爹，是儿子不孝了，儿子错了，儿子接你回去。爷爷，我二大爷要接你走，你去不去？小峰，你不要爷爷了。二大爷，你听到了，爷爷不想去你家，他不想离开我，我和梦婷会把我爷爷照顾得很好。二大爷听后给爷爷磕了3个头，然后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就走了。没了恶毒亲戚的日子，我们一家人过得很安逸。可好景不长，这天我家的院子里来了2个要饭的。小峰，他俩不是好人，要了馍馍还不走，还想要钱。这年头的叫花子多半是骗子，他们挨家要白面，一天能要上百斤，可比村里的人有钱多了。你俩打听挺准啊，光天化日敢闯进我家里要钱，信不信我一铁锹拍死你俩？你们村里人说的，你做生意手里有钱。老婆，别怕了，没事了。一会儿我去镇上搞一扇大铁门，你看刚才多危险！我要是迟来5分钟，那俩混蛋就进咱家屋里了。小峰，那你快去快回，我先带孩子去咱爸家。随后我在镇上的13块买了一个大铁门，然而就在我回去的路上，又碰到了那2个要饭的叫花子，而且他们还骑着一辆摩托车，抱着一个小孩子。难道这俩人是在村里偷孩子的？我随手捡起一块板砖就朝叫花子扑了过去，啊的一声惨叫，叫花子连人带车栽进了雪堆里，小孩子坐在地上大哭了起来，而那2个叫花子翻起身就跑，连摩托车都不要了，生怕被我逮住。我把小孩抱了起来。你是谁家的孩子？小孩只管哭，什么都不说。不哭不哭，叔叔送你回去。我把摩托车放在驴车上，然后带着孩子回了村。经过一番打听后，终于找到了小孩的家。小峰，你把谁的摩托车又骑回来了？人贩子送我的。来，老婆，上来，我带你兜几圈。到了晚上，我让王梦婷和孩子们先睡下，而我则是在院子里守着，因为我知道那2个叫花子肯定不会善罢甘休，他们会整上门的。果然到了后半夜，一个脑袋就从墙头探了出来。重生回到80年代，我从人贩子手里解救了一个被拐儿童，结果晚上就遭到了人贩子的报复。只见人贩子把一捆捆的麦草丢进了我家院子，然后翻墙跳了进来，手里还提着一个塑料桶。我本以为他丢麦草是为了翻墙的时候动静小一些，但现在看来有些不对劲。汽油、麦草，这是想放火烧我的家。此时人贩子又抱了2捆麦草堆在屋子门口，然后提起塑料桶就往麦草上倒，一股汽油味扑鼻而来，我立马一个箭步冲了上去。闭嘴，大喊大叫，我瞎了你！此时人贩子被我吓得尿不湿都湿了。在我家院子，我下一个纵火犯，然后再去镇上报案。你信不信明天一早，村里人敲锣打鼓给我带红花？这时王梦婷听见动静，喊了一句：小峰。老婆，是我看一下车子钥匙拔了没，你好好睡睡觉。大哥，你饶我一命，我给你一笔钱。人贩子说完，身上掏出来一个包。大哥，这5000块钱你拿走，留我一命好不好？这是不是卖小孩子的钱？这人贩子直冒冷汗，不愿回答。不说是吧？好，那我按正规程序来，我现在就去报案。你纵火吓人，贩卖小孩，这花生米你肯定是吃定了。随后我将人贩子绑在了树上，用袜子堵住了他的嘴。接着我骑着摩托车来到了镇上派出所。罗所长，我来报案，瞎人放火偷小孩的歹徒被我绑在家门口枣树底下了。陆小峰，什么情况？接着我把今天发生的事详细的跟罗所说了一遍。罗所长听后也是大吃一惊。这还了得？小张，值夜班的，你们几个立马出警。乌尔乌尔乌尔乌。
20分钟后，我和帽子叔叔来到了我家。啰嗦，大半夜的，别惊动我妻儿，别让我老婆知道这件事，我怕吓着他们。小峰，你可真会疼媳妇，怪不得你们夫妻感情这么好，还真是让人羡慕啊。小峰啊，我们要拍现场情况，尽可能不惊动屋里睡觉的人。一名警员握着照相机悄悄进了院子，前后左右拍了一圈，大门外绑了手脚的人贩子被提上了警车。陆小峰，你有妻儿老小，要为他们着想，多交朋友，少结仇，你的路才会走得宽。在罗索眼里，我是个20几岁、脾气暴烈、做事不想后果的年轻人。他好心安顿了这么一句：罗索，正因为我为我妻儿着想，我才没把他干了，我把他交给你，他身后的犯罪团伙不就一网打尽了吗？有您护着我家，我妻儿老小才有最大的安全。小子，你说的对。随后警车拉着人贩子走了，摩托车的事我闭口不提，罗索也闭口不提，搞定了人贩子。第二天我照常去镇上卖羊肉，有了摩托车去镇上，这可快多了。没一会的功夫，我就到了矿区家属楼。哎呀，小峰兄弟，你竟然骑上摩托车了！路上没雪，来回一趟快。嫂子，这羊杂和羊骨给你和我马哥留着吃。小峰兄弟总这么客气干啥？等嫂子收拾一下，还帮你卖羊肉。这时一个矿工从家属楼走了出来，杨艳红看见后立马叫住了他。皮三，你干什么去？你马哥当还找你呢，赶紧去矿上。皮三，我仔细打量着眼前的皮三，突然想起了前世关于此人的新闻。前世正月18，县里公安局发布了一张悬赏通告，1万块征集人犯胡向东藏匿地的线索。后来胡向东被抓，被报纸当头版头条报道，正是化身矿工的皮三。还有3天，公安局就会发布悬赏通告。按照上一世的发展，皮三接下来3天的生活轨迹没道理会改变。3天后去县城拿1万块奖金。在小嫂子杨艳红的帮忙下，5只羊羔肉一会儿的功夫就卖完了。随后我便骑着摩托车回了家。转眼来到了正月18，到了公安局发布悬赏的日子。干什么的？找谁？高局在吧？我提供胡向东藏匿地的线索。你能提供重要线？我要亲自给高局说。随后帽子叔叔把我带到了高局的办公室，我一眼就看到孟岭镇的派出所罗所长。罗所长你也在？陆小峰，罗麦，他谁啊？高局，他就是帮咱单调丐帮犯罪团伙的陆小峰。你就是陆小峰啊，小伙子了不起，很勇敢。这次多亏了你啊，一举端掉了这个拐卖儿童的窝点。罗索还给你要了一笔奖金，已经发到了他手里，跟他要吧。罗索，给我奖多少？500块。小子别要求太高，这笔钱好不容易经过严格审批程序才包下来的。对了，小峰，是你要提供胡向东的线索。对，罗索，你也知道正月里我在镇上矿区来回跑生意，刚才看到公告里的照片，立马想起一个人，太像了，简直一模一样，我怀疑他就是胡向东。小峰，快说，他藏在哪里？高局，这1万块钱赏金真能兑现给我？只要你提供的线索能直接抓到胡向东，1万块当场就能给你兑现。矿区有一个叫皮三的，他的鼻子跟胡向东一模一样，所以我怀疑皮三就是胡向东。高局听后，立马给矿区警务负责人打去了电话，让他们行动起来。小峰啊，是要真的确定了嫌犯身份，你可是立了大功啊。喂，什么？确定清楚了，好，把他立即押过来。哈哈哈，好小子，1万块奖金现在马上就给你兑现。好小子，这些年我就没见过咱高局开心大笑过。你小子有担当，有责任。出了公安局，1万块奖金到手。随后我拿着钱去了县城西部的农机厂，准备买一辆3轮车，这样以后做生意更方便。在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后，我花了5800拿下了一辆蓝驼牌3轮车。小峰，你新买的3轮车不是我买的，难道是借别人的？好家伙，你小子做了1个月生意赚的钱能买一辆新3轮了，你小子可了不得。嘿嘿，对了，小峰啊，叔有个事的跟你说下，你爷爷就让你二爷爷接回去吧。村长，其实我二大爷想对我爷爷好，我也不想拦着，可我爷爷他不想回去呢。小疯子，给你二大爷一次机会，你回家好好劝劝你爷爷。行，村长说我回去和爷爷好好说说。小峰，你又把谁的车借来了？老婆，这是花5800买的。啥？5800？小峰，你跟我闹呢？老婆，县里公安通缉的犯人在矿区隐姓埋名，今儿我去给高局长提供了重要线索，直接把他抓了，我有了一笔奖金，一辆新3轮车就开回来了。王梦婷听的是一愣一愣的，半天没缓过神来。老婆，有了这3轮车以后，我做生意更方便。再说过一阵子，咱家盖房子用这3轮车还能拉沙子啥的。重生回到80年代，我花5800买了一辆蓝驼牌3轮车。小峰啊，你这有了3轮车以后，去小水村拉水可就方便多了。村长说，咱村里没机井，大家窖里没水，去外村拉水还得看人家脸色，总这样也不是办法。说的就是我每次去小水村拉水，都跟当孙子一样。你说你这村长当的，你跑了5、6年了，咱村还打不出一眼机井？咋的？你们的意思都怪我？打一眼机井要1万块钱，5年了收不齐，年年收个1800块钱，人家打井队怎么来给咱村打井？村长说，你的意思啊，这5年时间，咱村打井的钱你都收了有4、5千了，4、5千还多，咱村200多户人，咬牙，每户都交30块钱，不就凑够1万了？可大家个算个的账，1分钱都不愿意交。这样吧，村长说，你把收上来的钱给我，我凑够1万，我去镇上水电所请打井队，明天就动工打井。小峰，你小子真是那个，打小我看你就行，不行以后这村长就给你当吧。行了，村长说别扯犊子了，一会你跟我去镇上。
取了5000块钱后，我骑着摩托车拉着村长就去了镇上。镇长办公室里，王镇长看到村长后是一脸的厌烦，看来自家村长在镇长眼里是没什么地位。村长笑嘻嘻的掏出2盒大钱门放在了桌子上。付银还是为打井的事。镇长，小水村的人不让我们村的人拉水了，今天我侄儿拉了几回水，差点跟他们打起来。不让你们拉，那你们村自己打井呀。不是我说你陆付银，你这村长咋当的？5年时间了，你收不来1万块钱，你们陆家村的人太他娘的掉链子了。这么好看的视频，不换个大屏幕太可惜了。要想看个过瘾，那你得用抖音电脑版。大屏看电影更爽更高清，小窗模式工作娱乐2不误。下载抖音电脑客户端，还可以免费设置颜值，博主专属动态壁纸。快去下载抖音电脑版体验一下吧。镇长，我今天来就是来交钱的，这1万块钱凑齐了，你给开个介绍信，打井队就可以去我们村了。王镇长看到钱后立马变了脸，伸手就要拿钱。你先给手续上签字盖章，我们再交钱。陆付银，这什么意思？他干什么的？镇长，误会。小峰，你这是搞什么？陆付银，这钱你们是不相交了。王镇长，钱为什么要交给你？为什么不是我们亲手交给打井队？钱交给你，你再交给打井队，这不是脱裤子放屁吗？陆付银，你们村还想不想打井了？镇长，我侄儿犯浑，你等等。小峰，咱不都说好了吗？难道你现在后悔出这笔钱了？村长，我没后悔出这笔钱，但这笔钱不是交给打井队吗？为什么要经过王镇长的手再交给打井队？小峰，别挑刺儿了，行不行？咱管那么多干什么？王镇长，打井的介绍信你到底开不开？混小子，你跟谁俩呢？你一个二流子还敢在我跟前耍混？好，你不开是吧？那我去县城找一趟大领导问问清楚，给村里打井镇长开介绍信要不要收钱？那你瞅你这孩子，书也没收不给你开，你等着书现在就给你开。你小子果然混混性子，敢跟镇长叫板，你这惹了王镇长，以后有我好果子吃了。村长说他要再跟我嘚瑟，我让他下马，你信不信？小峰，你特娘当村长算了。随后我和村长来到了水电所，找到了打井队许队长，我将介绍信和1万块钱递了上去。哎，你们村的钱还能直接交给我？怎么了，许队长？这笔钱非要经过别人手再交给你？我没明白，他没收钱，怎么给你们开的介绍信？你一个打井队队长，你们勾结在一起搞猫腻，把孟岭镇搞得乌烟瘴气，你以为群众眼睛都瞎着？这跟我可没关系，别把我跟你们镇长干的事儿搅在一起。还有这打井的费用是5000，剩下的钱你们拿回去。5000咋样？村长说刚才要是把这钱交给镇长，我们是不是就成大怨众了？这他娘的畜生不知贪污了村里多少钱。陆付银，赶今晚上打井设备拉到你们村，明天动工打井。好，搞定了打井这件事情。第2天我照常去镇上卖羊肉。哎呀，小峰兄弟来了，快进屋上炕，嫂子给你暖和暖和。嫂子，我马哥今天不是白班休息吗？没在家吗？矿上昨晚出了事故，他是代班班长，这会忙着处理呢。嫂子，矿上出了啥事故？瓦斯泄漏，2个人没救过来。煤矿事故说出就出，你马哥下井试过了，今天担心明天的日子，哪像你做一趟生意，挣一笔钱，再种几亩地，平平安安，不担心出事。瓦斯泄漏，2个人没救过来，52矿难。我突然想起了上一世5个2矿难的新闻。阳历2月22号，农历2月初2，红会一矿发生重大矿难事故，38人在瓦斯爆炸中死亡。在回去的路上，我满脑子都是52矿难，未来8天将要发生的矿难搞得我心慌意乱。怎么办？难不成我能阻止这次矿难？谁信我？怎么解释？我说我能预知未来，我还知道未来30年发生的更多灾难，我能阻止吗？开什么玩笑，不关我事。这一晚上我彻夜难眠，思来想去，最终还是决定去拯救这次矿难事故，不能眼看着这么多人丧生。第2天一大早，我又去了矿区家属房，我必须在这8天的时间里搞清楚煤矿瓦斯爆炸的事故原因。小峰为什么要建诉矿长，还给他送一整只羊羔？马哥，我打算以后开个小煤窑，想研究清楚咱矿井下的通风系统和质检程序，心里好有数。你要在红会区开小煤窑，这可了不得。嘿嘿，先学技术，直接下井走一遍，安全措施什么的都会清楚。这么好看的视频，不换个大屏幕太可惜了。要想看个过瘾，那你得用抖音电脑版。大屏看电影更爽更高清，小窗模式工作娱乐2不误。下载抖音电脑客户端，还可以免费设置颜值，博主专属动态壁纸。快去下载抖音电脑版体验一下吧。随后，马宝才就把我带到了苏矿长的办公室。苏矿长，这是早上刚宰的新鲜羊肉，第一次见你，添麻烦了，还希望您多多照顾。小同志，这大可不必。矿长，我这小兄弟这段时间按时按点给咱矿工送羊肉来，给矿长你送一只也是顺手的事，你就不要推辞了。苏矿长，您看能不能把我安排在安检组里？小同志，你去人事科报名，只要手续合理，会安排你上岗，没必要提了一只羊羔肉来找矿长啊！你小子是不是还有别的目的？苏矿长，就是想让你以矿长的身份给下面打个招呼，不要难为我这个新人，以后每个月我给您送一只最好的羊羔肉过来。小峰啊，不必这么客气，你是马宝才的兄弟，我理应对你多照顾一些。这事我一会儿就给你安排。搞定了这件事后，我长舒了一口气。现在只需要在剩下的8天时间里找到煤矿瓦斯爆炸的事故原因，我就能阻止这次的5个2矿难。
重生回到80年代，为了阻止矿难事故发生，我下井当起了矿工。此时，安全副矿长办公室内，刘副矿长下达了一道违规采掘指令。刘矿长，这不是违规采掘吗？万一出事呢？马宝才，500块钱绩效你不想要了，不想干可以走，缺你一个人影响不大。马哥，等我在上面给你打电话，你必须亲自接，明白吗？小峰，啥情况？马哥，你听我的，无论如何你要亲自接我电话。我眼睛死盯着安全墙上面的电线，看了足足1分钟。经过这几天的下井，我已经捋清楚了爆炸原因：违规开采、瓦斯泄漏、电线短路。今天就是52矿难发生的日子，按照上一世的记忆，爆炸是10点过后的点，现在刚刚9点过去，我一定要提前阻止这场矿难发生。随后，我来到了刘副矿长办公室。你是干什么的？我没有跟刘副矿长废话，而是直接掏出了一把刀。想活命就是听话。你这个小同志，你要干什么？你知不知道你刚刚下达的违规采集指令将要害死井下的60几名矿工？他娘的，你们还瞒报一半，信不信我现在就嘎了你？兄弟有话好好说，我有钱，我给你钱，你不要搞我。1号井下采掘点号码怎么过？4个1。喂，马哥，我是陆小峰，安全墙上架的电线有没有断掉？钢断掉了1根，电工正在抢修，是照明电，这根照明电连着通风机，动力电没有断掉，采掘机正常运转。关键问题就在这儿，马哥，瓦斯监测功能让他检测一遍瓦斯浓度快。瓦斯检测仪器坏掉了，安检组派人上来拿了。这么重要的东西，怎么不多备几个呢？马哥，听清楚了，电线接好，不要送电，一定不要送。你现在去拦住电工核查。现在我彻底明白了，照明电线断掉，采掘机正常运转，挖开了瓦斯泄漏的通风设备没有运转，贴好的电线在一瞬间火花飞溅，爆炸发生。控制井下照明电的总开关在哪里？你敢说错，我宰了你！给井下65个矿工报仇。此时刘副矿长眼神里是惊恐不安，万分不理解，他不明白我这是在干什么。你他娘还瞪眼睛看我，还不明白我在干什么？我是在救你的命，你以为我愿意这样干？快告诉我，电闸总开关是哪个？墙上第3个，搬下来，井下就没有照明电了。眼前墙上一排6个电闸开关，我一把将第3个电闸开关搬下来，接着我又命令刘副矿长给井下打去电话，让井下所有人上来。陆小峰，你这么做会造成严重不良影响，你要考虑清楚。考虑个屁！你再废话，我让你全家吃血。马班长让你们这一组矿工都上来。刘副矿长确定让大家一个不少，全部上来，都上来，全部上来！你这小兄弟疯了，拿刀要搞我。陆小峰，你冷静点，你不要做傻事。马哥，所有人先上来再说，快上来！井下60几个人坐着矿都轰隆隆都上来了。陆小峰，无论发生什么，你不能嘎刘矿长，井下的工人一个不少都上来了。马哥，为救你们，我不得不这样做。这个电闸一推上去，井下就是大爆炸。刘矿长看到班长、组长都进来，立马又恢复了领导气势。你们赶紧把这个胡言乱语、犯神经病的家伙抓起来！那2个组长听后要冲上来，被马矿长一把拦住。不要动手，我相信陆小峰说的是真的，他是救咱们。这时，办公室里又进来了一些刚上来的矿工。刘矿长，怎么回事？为什么让我们上来？这混小子犯神经病，拿刀逼我说是救咱们，快报警抓了他！矿工们听后，眼光齐刷刷盯在我身上。电闸一合，井下就是瓦斯大爆炸，我这是在救你们的命。刘矿长从椅子上站起来，2步跨到电闸跟前，嘴里依旧大骂着：“你当我不知道你是谁？你就1、2流子！你特娘的犯什么魔咒？我合上电闸，我看看怎么发生爆炸！”啪一声，刘副矿长把电闸合上去了，什么都没有发生，没有爆炸。小峰，你这不瞎搞吗？你看你这弄的！去叫保安把这精神病抓起来送派出所。刘副矿长话音刚落，一声沉闷的轰响声从矿井深处传了上来。刘矿长，井下爆炸了！刘矿长，大爆炸，井口都震塌掉了！刘矿长一屁股坐在地上，脸色惨白，汗珠子从额头上淌下来。小峰啊，你救了大家的命啊！马哥，接下来的事就交给你了，你好好配合调查，实话实说，给苏矿长说清楚。刘副矿长下达违规采集指令，让瓦斯大量泄漏，发生爆炸事故。小峰，你这就走了？我不走，我留着干嘛？我又不是正经矿工，有你给苏矿长汇报情况就够了。随后，我骑着摩托车回了家，能做的我已经都做了。虽然没能阻止煤矿爆炸，但所幸没有人员伤亡。第2天一大早，一辆红旗轿车停在了我家门口，从车上下来的是苏矿长和马宝台。小峰兄弟，你救了我们60几个矿工人的命，我们每人凑了100块，希望你不要推辞。马哥，大家下井挣钱不容易，你搞这一手干什么？小峰兄弟，这钱你要是不拿，以后咱们没得出。说完，马宝才就把钱塞进了我的兜里。苏矿长，违规采掘指令是你下的。小峰啊，具体采掘任务不是我下达的，是刘副矿长瞒着我擅自做主搞的事。刘副矿长和安监组长已经被我当场开除了。苏矿长，是不是你下达的？现在已经不关我事了，进屋吧。来我家说明你有诚意，该喝茶喝茶，该吃饭吃饭。小峰啊，这安全副矿长的位置现在空着，不如你来当怎么样？苏矿长，这安全副矿长我可当不了，你让我去你矿上做事一整天，我会跟我妻儿分开，我可不干。小峰了，我觉得你有大本事，在矿上能有更大的发挥空间。苏矿长，我陆小峰在村里照样有很大的发挥空间。苏矿长，小峰没心思去矿上做事，咱就不用难为他了。小峰啊，既然你没心思在矿上发展事业，我也不难为你。你有什么困难，有什么需要帮助的，尽管说，只要我能帮你，绝不推辞。苏矿长，我也不难为你，你不要担心，我拿这是要挟你。
苏矿长恰恰有这一层担心，因为我什么情况都知道。如果去煤监局、安监局反映，把这次煤矿事故详细的细节说出去，那苏矿长可就麻烦了。小峰兄弟，这次事故我承认我脱不了责任，但没有伤亡，没必要捅到上面去。苏矿长一边说着，一边从包里掏出了5沓现金。重生回到80年代，我用前世的记忆救了矿下65名矿工的性命。小峰啊，这次多亏了你啊，要不然我这矿长可就下岗了。给你多少钱都表达不了我的心意，这是5万块，希望你不要推辞。苏矿长，我们的合作还没完呢。苏矿长听后心里猛一下紧张。小峰啊，不要难为苏矿长，一矿不是小煤药，资金出来也是受监管审核的。苏矿能拿出这笔钱已经很不容易了。苏矿长，你给我5万块钱，我收下了，我没嫌少，但我还要跟你有另一项合作。小峰啊，你还有什么要求？你说清楚。我打算在陆家屯种100多亩西瓜，矿区4、5万人夏天吃的西瓜，还望苏矿长使一把力，给个好价。苏矿长长出一口气，还以为我会再要个10万8万呢。小峰啊，你们村的西瓜我定了。老婆，去整几个菜，我和马哥苏矿长好好整2口。这时村长听到苏矿长来了，连忙跑到了我家。您是村长，来坐下吃饭。矿长，我们这小山村里何曾来过你这样的大人物啊？村长说你来的正好，咱镇上王镇长怎么难为你，怎么难为咱们村？你给苏矿长好好说说，把他这个镇长给铲了。村长听后，一口气把王镇长这2年在他手里吃拿卡药的情况说了个透彻。村长，如果你说的这些情况属实，你放心，你们镇的这个王镇长当不长久。吃完饭后，我将苏矿长送到了大门口。小峰啊，那就说好了，我等你的好消息。小峰啊，什么大西瓜？村长说，我说一件更重要的事，咱俩好好配合，说不定能干成。小峰，你说。村长，我打算把咱们村200多亩的水浇地都种上西瓜。村里人怎么可能不种粮食？种哪门子西瓜？你家那5亩水浇地种麦子，1亩800斤，1斤3、4毛钱，也就是1500、600块。可种西瓜，5亩地就能卖5000块钱。村长，这账你不是不会算吧？小峰，这种西瓜真能赚钱。村长，你跟着我种西瓜，我保证你1亩地有1000块钱的收入。行，那我跟乡亲们说说。媳妇，有了苏矿长给的这5万块钱，咱家可以盖新房了。小峰，没想到你这么厉害，救了矿区那么多人的命。嘿嘿，媳妇，我一会去杨绍沟砖瓦厂看看，明天咱们就动工盖新房。随后我骑着摩托车就去了砖瓦厂。陆厂长拉5万红，砖1000瓦到陆家屯，算多少钱？1得1，1、2得2，小伙子是4458块。今天能拉去我家最好，陆家屯最东头陆小峰家。5万砖1000瓦的运费是100多块，我先付了1500块的定金后便走了。陆家屯陆小峰家能拿出4000多块拉砖。这时，王梦婷的弟弟王鹏从砖厂走了出来。王鹏，你姐姐是不是嫁给了陆家屯陆家？我三姐嫁给陆家一个小混子的，你问这干什么？刚才陆家屯一个骑摩托车的小伙子说给陆小峰家拉砖，跟你姐夫家有关系吗？陆小峰就是我三姐夫，他家拉砖拉多少？5万砖1000瓦，定金都给了。三姐夫家拉5万砖盖房子，这年头盖个新房子要1万多块钱，是村里最富有的人家才敢做的事情。三姐夫家哪来的钱？我看这三姐少不了的跟娘家人借钱，别把我安排给陆家屯拉砖车，我不去。你这小子，你给你姐家装卸砖咋了？怕你姐夫不给你钱？就那二流子还给我钱，过不了3天，我三姐他们就得来我家借钱，晚上回家，我爹给我爹我妈安顿清楚，这二流子来借钱，1分都不能借。拉砖的卡车卸完砖后，从我家大门口开走了。此时王梦婷撅着小嘴，有些不高兴，亲弟弟在砖瓦厂当装卸工，为什么不来姐姐家卸砖？怕当姐姐不给钱，王梦婷叹了一口气。小峰，我觉得该回娘家一趟了，把有些情况给妈妈说清楚。行，老婆，明天我就带你回娘家。现在咱家有钱了，不能再让你娘家人瞧不起了。第2天一大早，我开着3轮车，拉着王梦婷和狗剩二丫就去了杨柳村。江伯，你转着呢，我是王梦婷。哟，红萍家姑娘终于回来看你爸妈了，这是借谁家的3轮车？江伯，我们家的3轮车不是借谁家的。你家都有车子了，那好，赶紧去看你爸妈。没一会，3轮车停在王梦婷家的大门口。妈，我爸在不在屋里？梦婷，你爸和你弟都在砖厂干活呢。妈，让小峰去叫我爸。小峰不用去，你也知道他性子，你叫不回来。妈，我们一家4口都回来了，我爸咋可能叫不回来？我爸肯定回来嘛。你们等着我去叫你爸。那啥，梦婷，你是不是有啥事给你爸说？妈，我3年没见我爸了，我当然有很多话对我爸说。王梦婷声音哽咽，眼泪花在眼睛里转圈圈。好，我去叫，我这就去叫你爸回来。丈母娘没去砖瓦厂叫人，而是转身去了一旁的胡同子里。闺女想你想的哭鼻子呢，你说不见就不见，你躲在这里，你能躲到什么时候去？你把他们早点打发走。梦婷是来看你的。去，他们能是来看我的？你没听昨天老儿子说他们要盖房子，这次来肯定是来借钱的。他们张口，你借不借？借了还拿什么给老儿子娶媳妇了？你咋知道他们是借钱来的？他们又没说借钱的话。梦婷知道你做不了主，当然不跟你张口，她是等我回去跟我借钱行了。你赶紧跟我回去，梦婷好不容易来一趟，怎么的也得住1晚过个夜。你要是赶她走，我跟你没完。我让你把他们早点打发走，你还留着他们过一夜。王红兵
你有没有良心？你妻儿女你3年没见了，他们一家4口都来了，你不看一眼就让他们走，你是不是人？你就让女儿跟你这么拧巴一辈子？怨谁啊？当初不听话，非得要嫁给这个二流子，活该自作自受。丈母娘转身哭着鼻子离开了。看着媳妇离开，王洪兵咬了咬牙，决定回家。借钱没有，吵架就吵架，吵一架打发他们回去，自己反而省心。重生回到80年代，带老婆孩子回娘家，可老丈人却避而不见。梦田，我看出来了，咱爸不是在砖瓦厂里吗？是躲着不想见咱们，怕咱们借钱啊？不会吧，小峰？咱爸可能还以为我是曾经的那个二流子呢。这时老丈人拉着脸跟着丈母娘回来了。小峰，既然你今天来了，那咱就把话说清楚。老丈人认为4年前他女儿王梦婷是我强行拐跑的，4年时间里，老丈人没去过我家一回，我也赌气再没来过老丈人家。现在为了老婆孩子，这口气不赌了。爸，千错万错是我的错，以前我招惹了你，给您说声对不起。从这儿开始，我陆小峰不再是以前的二流子。爸，你也不要用以前的眼光看我，跟我玩这一套。冠冕堂皇的话说完，该说盖房子借钱的事了吧？爸，你在砖瓦厂忙？我不在砖瓦厂忙，哪来钱给小鹏说媳妇？人家要3800，跟你大姐二姐实在不好，张口借一笔，可不借还能怎么办？王梦婷听后心里万分失望。小峰说的果然没错，父母都以为自己是来借钱的，老爸说这话明显是想把我们借钱的意思堵死死的。爸，我跟梦婷今天来不是跟你张口借钱的，就是带着孩子看你二老，你别给我老婆孩子整难看脸色。不是借钱，梦婷，你们盖那么大医院房不是来跟我借钱的，难道你们跟别家亲戚借够了？爸，你说的是人话吗？3年过去了，我一见你我就跟你借钱，你还当小峰是以前的混混？4年前小峰不就没给你彩礼吗？今天我给你补上。说完，王梦婷掏出以后打钱，1000块直接糊在了老丈人的脸上。这是1000，当4年前小峰欠你的彩礼，这下你满意了吧？4年过去了，你好歹上来一回看女儿一眼，可你一回都不来，你嫌小峰穷，你嫌小峰混，你瞧不上他，现在你还瞧不上他吗？梦婷，这钱你哪来的？哪来的？还能哪来的？你觉得不够，你说缺多少，我再给你。老丈人看着手里的钱，只感觉脑瓜子嗡嗡的。爸，我花1万多盖房子，钱够数，你放心，我没跟亲戚朋友借一分。这还是曾经的二流子吗？怎么像变了一个人一样，神情语气跟以前相比翻天覆地的不一样了。小鹏这个混蛋，什么都不知道就瞎嚷嚷。这时王梦婷的弟弟王鹏也从砖瓦厂回来了。爸，外面谁的3轮车啊？小鹏，你三姐夫来了，你俩外甥都来了，还不过来问候一声？听老爸这口气，很欢迎3姐夫，只是忘了3年前他俩吵一架的事，忘了3姐他们今天来是干什么来了。这时二丫认得了舅舅，叫了一声舅舅。王鹏没有理会，而是转身走了。小鹏，你干嘛去？一会吃饭了。不吃了，看见你们我就饱了。爸爸，我怕，我要回家。闺女乖，闺女不怕。今天这次来答应了王梦婷在娘家人跟前不发脾气，乐呵呵跟岳父和好的，所以今天这顿饭无论怎么样都要吃。爸，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，以后咱一家人乐呵呵过日子。我欠王梦婷太多，这一生都还不清，我把她当心肝宝贝疼着，你就放100个心。此时老丈人眼眶里微微湿润。小峰啊，我以为你们是来跟爸借钱的，小鹏也是这么认为的。他这段时间说媳妇也难，心里烦着你们，不要怨他。爸，啥也别说了，都在奶里呢，我干了。吃完饭后，我带着王梦婷和孩子便回了家。可没过几天，老丈人就找上了门。梦婷，你爸来了，你咋不高兴呢？你看你这脸色。你以为我爸来是帮咱盖房子的？他是来要钱来了。要钱来了？他跟我说了，说我们姐妹3个一人凑800块，就够我弟的彩礼钱了。小峰，咱钱是大风刮来的呀！你看你一天一天这么辛苦，凭什么我要出800块？媳妇，你的意思啊？你不给你爸掏这800块？不是不掏，你说我弟指使我爸跑来要钱，咱家盖房子，我弟咋不来看一眼？我凭什么给他出彩礼钱？明白了，这老婆子不傻不笨，这是跟他弟赌气呢。不认3姐夫，还想要3姐夫的钱？小峰，王鹏好歹来咱家叫你一声姐夫，我会毫不犹豫出这800块。他要还是那德性，我1分也不给。爸，还是为王鹏的彩礼钱发愁呢。可不是2400块呢。小芳，趁着这会儿没人，我把口给你张开，你们姐妹3个一人拿800块。小芳，我也是实在没招了。爸，800块钱我可以出，但我希望王鹏能过来乐呵呵帮忙盖房子干点活。他要是能来，过去的事情翻篇过去，别说800，3800我都能掏出来。但王鹏认钱不认人，1块都没有呀。小芳，你等着我这就回去，我让王鹏上来给你开车帮忙拉东西。看见父亲回来，王鹏高兴地迎了上去。咋跟我3姐借的钱了？还没有，但你姐夫说了，他手里800、1000还是有的，但你上去帮2天工，他才给你这笔钱。他还跟我提条件，我3姐的彩礼他也小分1分没出，他不应该趁着我这个事情补上一笔。小鹏，你听爸话，你上去给你3姐夫开车拉东西帮忙，不定你3姐夫给你掏的钱不止800、1000。
他们牛什么？不就撞大运发了一笔横财吗？横什么呀？当我不知道他是举报了矿上一个下人犯，县公安局给他奖励了1万块钱，有什么了不起？小鹏，你上去好好看看，你姐加盖20间砖瓦房，还进了500块钱的杂货开商店，还给村里人放出去了3万块钱种西瓜，他现在可是陆家屯致富带头人。王鹏脑袋里嗡嗡响，夺过王洪斌手里的自行车就冲了出去。小鹏，你去哪儿？去我三姐家，我要问清楚。洪斌，你把梦婷给你1000块钱的事说给小鹏吧，这样瞒着会有大误会的。不行，不能说，我说出来我手里就没一个子了，后面花钱的地方多着呢，到时候咋整？另一边，王鹏骑着自行车来到了我家。重生回到80年代，小舅子得知我有钱后，便跑到我家里来要钱，看我如何教他做人。三姐，你们家有钱盖新房，还给你们村里人放出去了3万块钱种西瓜，就是不愿意给咱爸妈3800块给我娶媳妇。小鹏，你跑来不是帮忙的，不是认你三姐夫的。陆小凤他有钱了，他不知道把欠你的彩礼钱给咱爸妈补上，还给你们村里不相干的人借钱种西瓜，还想让我认他是我姐夫，他算什么东西？小鹏，你。梦婷这是干啥呢？怎么还打起来了？王鹏，上次我们回去给了咱爸1000块钱，小峰欠咱爸的已经还了，你还有什么资格跟我要钱？上次他们一家4口回娘家，不是来要钱的，是为了给我爸1000块钱的。王鹏调转了自行车头，一阵车铃声响起，然后骑得没影了。此时王梦婷抱着二丫哭个没完。他敢骂你爸爸不是东西，他才不是东西，谁敢骂你爸爸，谁就不是东西。咋了，老婆？咋哭成这个样子了？谁惹你了？王梦婷不说话，大嫂把她看到的情况和梦婷给她哭诉的情况都说了出来。小峰，你看把梦婷气的一直哭的停不下来。这混蛋，他跑过来不是认我这个姐夫的，是气我老婆哭鼻子的。小峰，你干什么去？你哄哄梦婷。我找王鹏讨说法，他敢这样对我老婆，我要教他做人。小峰，你消消气，别犯浑。大嫂，你不要拦，小峰你去，你告诉王鹏，他不认你是姐夫，我也不认他是亲弟弟，他1分钱也别想从我手里拿走。另一边，王鹏怒气冲冲地回到了家，他本以为自己占了理，想着用三姐彩礼的数额上一笔钱，没想到被挨了当姐的一巴掌，丢人丢大发了。老妈，你们搞什么？害我上去丢人现眼？怎么小鹏，你不给你三姐家帮忙盖房子，你怎么跑回来了？帮个屁忙！我挨了我三姐一巴掌，还不是因为你跟我爸，你们捏着我三姐给的1000块钱瞒着我，让我去丢人现眼。这时王洪斌也从外面回来，一进门就听见儿子在院子里大喊大叫：小鹏，怎么跟你妈说话的？你不给你三姐家帮忙，跑回来干什么？我三姐给了你1000块钱，你为啥瞒着我？毛利要跟我分手了，你知不知道？这话吓得王洪斌2口子一大跳，这次要是再黄了，都已经是第4个不成了。小鹏，咱不是答应了人家拿钱的吗？怎么还分手？啊，我带人家姑娘绕一圈县城，我连5块钱的东西都不敢给她买1件，因为我身上连10块钱都没有，人家能不跟我分手？王洪斌听儿子女朋友谈不成了，满脸的忧愁。小鹏，爸给你钱，他要什么你给他买什么，你跟他说，我们很快把彩礼钱凑够。随后王洪斌就进了屋子里拿钱。爸，人家还要新自行车、新缝纫机，还要手表，还要电视，你手里这1000块够吗？小鹏啊，爸再给你想办法。你说你给我这1000块钱有什么用？这1000块还是我三姐给你的。爸，你跟我妈嫁了3个姐姐，这些年就没有存下几千块。王洪斌听了这话，火气也上来了。你是嫌你爸妈穷，没给你存下家底儿了？对，难道不是你们没本事，我也没本事，儿媳妇都娶不起，你们干嘛养儿子？王洪斌猛一下扬起巴掌，想要扇过去。你是我爸，你打，我三姐有钱有势了，敢扇我一巴掌，现在你也想扇我，正好你把我打死，你就不用花钱了。王洪斌举起来的巴掌没来得及扇下去，被王洪说的话气得一屁股坐在了地上，脸上一片苍白。爸，我上前一把扶住要躺在地上的老丈人，62岁的人双鬓斑白，在土地上一天到晚的操劳，现在被亲儿子气得浑身颤抖。妈，快来！还他爸，你咋了呀？王洪斌抓住媳妇的胳膊，嘴巴一张一合，什么都说不出来。王鹏，你还是人吗？王鹏，看清楚我是谁。王鹏捂着脸，被这一巴掌扇的眼神里没了一点气势。我是谁？你是陆小芳。我到底是谁？你是我三姐夫，姐夫你别打了。我是你三姐夫，我才打你，我替你三姐教训。你媳妇还没娶进门呢，这就不认爹娘了。狗还不嫌家穷，不嫌母丑呢。你特么的猪狗不如！现在给我爬过去，我让你爬过去，你没听见吗？跪着爬过去，给我岳父，给你亲爸磕头认错。啊，我错了。大点声，错哪说清楚的。我错了，不该说那样的话气你。王洪斌缓过来一些气，老泪纵横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爸，我今天替你教训他一顿，别怪我手狠。一会我带你去，我能让梦婷照顾你几天，我岳母也一起过去，给他
做什么晚饭，他自己没长手吗？听小峰的，咱们走，咱们去梦婷家。王鹏，你给我听着，你这2天去砖厂打工挣钱，用你挣的钱给我岳父岳母买新衣服，买好酒，再来我家给你3姐认错，请你父母回来，敢不听我话，我让你再认清楚你3姐夫是谁。爸妈，我们走。随后我拉着老丈人和丈母娘回了家了。王梦婷没想到我一趟出去把自己亲爸亲妈给接上来了。妈，我爸这是怎么了？让你弟气的。妈，现在知道了吧？王鹏就是从小被你们惯的，现在成了没心没肺的白眼狼，让你们受气。闺女，我也想明白了，不管这混小子了，以后都听小峰的安排。这次我跟你妈不回去了，不管他要是有良心就主动上来接。爸妈，王鹏的婚是花钱的地方，你们不要愁，我手里有钱，但这笔钱每一分每一块都是小峰辛苦挣来的。小鹏想要走就要走啊，他不叫一声姐夫，不疼亲外甥，我凭什么给他？但话又说回来，爸妈，我也不想让你俩为掏这笔钱发愁，还要拉拽我2个姐姐，不拉拽，这钱我出，但我有条件。当姐姐的就要拿出当姐姐的样。老婆，你说你有什么条件？你老公我无条件支持你。小鹏今天把你和我妈气坏了，他必须主动来认错，他还要认他3姐夫，然后把那个毛家姑娘领来我看看，再帮我盖1周房子。老婆，我同意。梦婷，小峰也是这个意思，他安顿清楚了，小鹏亲自来接我俩，不然我俩不回去。你是不知道他今天把你爸气的，差点让你爸凉凉。重生回到80年代，我花3800给小舅子娶媳妇，接着我又带着小舅子卖蘑菇赚钱养家。3姐夫，这山上采的蘑菇真的卖钱？那是当然，现在的饭店很多饭菜炒菜都是单一的样式，来来去去就那么几道，而这山里的蘑菇绝对是奇货可居。随后，我和王鹏1人抱着1袋子蘑菇就走进了县城的国营饭店。你们找谁？请问刘大厨，刘哥在吗？我是他朋友，来给他送点东西的。说是朋友，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你？你废话咋那么多呢？刘哥的朋友那么多，你还能一个个都见过？你等着，我去叫我师傅出来。小兄弟，你认识我？以前不认识，现在这就认识了。刘大哥，你看看我这蘑菇，哎呦，不错哦。小兄弟，这蘑菇挺新鲜的，必须新鲜，都是山上现采的。刘大哥，你给个价吧。小兄弟，你能不能多送来一些？这2天我准备去一趟市里，市里不少饭店肯定也都要这个蘑菇。刘大哥，没问题，这蘑菇我们饽饽山上多的是。行，那1斤我给你按7毛算，给我来6000斤。我去，6000斤，1斤7毛，那这就是4800块啊！这趟县城还真没白来。行，刘大哥给我2天时间，自然越快越好。另外，你们山上要是有野味，你也多送来点，我们都能收。今天一定是路上踩了狗屎，上赶着有人送钱来。今天带来的200斤蘑菇一共卖了70块钱。姐夫，你真是太厉害了，这6000斤蘑菇这是要发财了。小庞，这才哪到哪，你跟着姐夫干，保证你能过上吃香喝辣的好日子。中午你吃完饭跟我一起去外村收蘑菇。姐夫，没问题。随后我就把王鹏送回了家。王鹏，你说你这么多天一直跟着你3姐夫进进出出的，就不知道他到底挣了多少钱？你现在这样帮他，他就没一次想着给你一点。你怎么这么多话？王鹏一脸嫌弃的走出了屋子，毛利气的想跺脚。这王鹏也不知道是奸是虎，天天跟陆小峰瞎混，钱没有也没有，什么都没有，关键你干得那么起劲。另一边，我来到了大哥家，准备让哥哥嫂嫂跟着我一起收蘑菇。大哥，下午你跟我去外村收蘑菇，嫂嫂你我在咱们村里收，有人来卖蘑菇，你过程结算记账。小峰，这活我能干。大嫂，我也不能让你白干活，我给工钱。小峰，都一家人，什么钱不钱的？你大哥说的对，自家人帮几天忙而已，怎么能要钱？那行，大嫂，这猪肉大骨头给你们留着吃。随后我拉着大哥和小舅子就去了唐家村。收蘑菇了，收蘑菇了，3毛1斤收蘑菇。重要的事情说3遍，3遍，3遍，3遍。什么蘑菇？什么3毛？我收蘑菇3毛1斤。什么蘑菇？就是山上的大家都吃过的蘑菇，无毒的，3毛1斤。你说的是真的吗？大嫂子，要不要去摘1斤来卖给我看，是不是真的？你说的轻松，要是我摘回来，你要走了，我不是白忙活，还不如守着自己的地图个好收获。大嫂子，今儿你敢摘，我就敢等着你。大家伙，你们可得帮我看着他，别让他跑了。这人看着眼生，一定别的村来的跑了，我可找不着他。随后妇人就着急忙慌的拿着袋子去山上采蘑菇。没过多久，妇人就摘了1袋子的蘑菇回来了。大嫂子，这么快就摘了1袋子蘑菇了？可不，现在那山里到处都是，1斤而已还不快，也就是这蘑菇起来不放油不好吃，要不然我真想摘回去吃个10天8天的。我接过袋子称了一下，1斤3两，我给你4毛钱就不找了。妇女看着手心里实实在在的钱有点猛，不敢相信这山上没人要的蘑菇还能换钱。大兄弟，你还走吗？你要不走，我回去多摘点来给你。大嫂子，不到天黑，我不会走出唐家村。围观的这帮村民听后，立马也都行动了起来，都拿着袋子去山上采蘑菇。不到傍晚，3轮车上就装得满满登登。乡亲们，我这车实在装不下了，这样没装上的，你们去陆家屯找陆小峰家去卖，有多少收多少。小兄弟，我那儿有马车，你看你要装不完，我帮你送过去不也一样？那感情好。
这样吧，你帮我送一趟货，我给你8块钱，怎么样？本来就是想把自己的蘑菇换了钱，结果竟然还能多挣8块钱。行，那么装上的都放我马车上，我给陆小峰拉回去。随后我们拉着蘑菇就朝着陆家屯赶去，而另一边不见王鹏回来的毛利跟王洪斌发起了牢骚。爹，不是我说，这些天小鹏一直跟着陆小峰，没日没夜的，又是开车，就是帮着采摘蘑菇什么的。我听说别人卖给陆小峰1斤都要3毛钱呢，这小鹏虎了吧吃的，一天天的1分不挣，给陆小峰白干。王洪斌听后没有说话，转身就走了。这不说话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让王鹏这些天全白干啊！妈，你就不能说小鹏这咱家吃的穿的也都要花钱，也不能让小鹏白给他干啊！毛利呀毛利，你真以为你做的那些事情没人知道吗？咱家每个月的粮票不票，自己舍不得用，你却都拿去给你弟弟了。你那弟弟天天吃喝玩乐，还跟你要钱。妈，我弟不也是快要娶媳妇了吗？我寻思给他填吧填吧。你说你家到我们家，天天啥活不干，就知道要钱，要钱你要花在自己和我儿子身上，我也认了。可你只管往娘家呢，要我说你回娘家过不得了，我们王家不养你，这样吃里扒外的。毛利愣在当场，他要回娘家，可是想到回去后父母肯定又要跟自己要钱，就又犹豫了。我现在手里是真的没钱了，偏偏王鹏在这上面也不上心，明明有出力气，陆小峰也不主动送点钱。弟弟毛强那儿刚谈了门亲事，想要买辆28大杠做彩礼不行，得想法子去找陆小峰要。王鹏这些天耽误的农活，花的时间，陆小峰都必须给。重生回到80年代，我带着大哥和小舅子卖蘑菇赚钱养家。峰哥，这5100斤蘑菇总共是3570块钱，你数一数。我接过钱，然后从怀里掏出了2条棒棒糖。李武，这糖给你和刘大哥吃，就说我陆小峰感谢他的。峰哥，你可太讲究了。从国营饭店回来后，我带着大哥和小舅子又去了唐家村。可刚到这儿，我就感觉到了不对劲，村民们没有人着急上来卖蘑菇，而是一个个站在自家门口，就直勾勾的看着我们3人，有的甚至还拿着棍子，就像看见仇人一样。什么情况？这气氛不对呀！大哥和小舅子这时候大气都不敢出。小峰，我们就是收蘑菇收钱，也没干什么缺德事啊。今天这些村民怎么突然变了，好像要嘎了咱们一样。我笑着走向了中间的一个熟人。大嫂子，你今天有蘑菇卖吗？妇人听到话就要上前，却被身边的一个小伙子给拦住了。嫂子，你还相信他们吗？一句话下来，张嫂子自己又退了回去，看我眼神跟有仇似的。兄弟，怎么就不能相信我们了？我们做什么了？有话就说清楚，整这一出是几个意思？你们自己做了什么自己不知道吗？这个没说有什么区别。乡亲们，我们有问题就解决问题。这2天大家上山下山的采蘑菇都很辛苦，但是挣了钱改善了生活。我不说我是个好人吧，但至少对你们来说也不应该是仇人。你话说得好听，既然都是上山下山，为什么其他村的人1斤蘑菇是4毛，我们村的就是3毛？还有野味也比别人便宜了1-2毛。陆小峰，我们没把你当仇人，但是你是不是也太欺负人了？别急，我先看看斗胜2丫吃饭没。小峰，你又换新手机了？是啊，之前的手机太卡用不了了，这是我在转转上买的，转转上的2手手机就很划算。我这苹果14只花了2800，比新款便宜了2000多。我最近还在他家买了天梭利洛克腕表，性价比也挺高的，很多明星都戴过这一款。关键是转转官方验的数码产品，都经过多轮检测，跟新机一样支持1年质保，买2手上转转就对了。那一会我也去买一个。就这些问题，没有别的了吗？凭什么别人4毛钱我们就要少1毛？我们是少了斤两还是少花了利息？不知道你们有人去陆家屯卖过4毛1斤的蘑菇没？我就去卖过，陆家屯陆小哥媳妇那儿4毛1斤，比我们多了1毛。那我问你，你去陆家屯花了多少时间？1-20里的1个多小时。这不就得了吗？上门收和去陆家屯卖能是一个价吗？如果你们要真想卖4毛1斤的蘑菇，可以去陆家屯，我不拦着。就是有那赶路的2个小时，你们估计还能摘更多蘑菇，挣更多钱。我们帮你们运过去，省得你们来回跑，多这1毛钱真不算赚。当然，你们要不想享受这方便，我们也不勉强。走吧，大哥，今天唐家村我们就不收了，我们去下一个村子。说完，我毫不留恋的转身就要上车，但是唐家村的人不干了。别啊，陆小峰，我们卖3毛钱1斤也卖。对呀，你老好人了，大老远跑过来让我们吃上饭，又让我们挣了钱过好日子，你可不能走啊！众人一看我坚决要走，所有人都怕了。这陆小峰真要不收，我们可怎么办啊？才好起来的日子又要往回过吗？你说你们就是作，人家陆小峰上门来收蘑菇、收野味，让咱们村的人过上好日子，1毛2毛的，你们还计较啥？这真要没人收蘑菇和野味了，你们连1毛2毛都赚不到。说完，头发全白的老村长就带头走过来给我认错。陆小峰，是乡亲们错了，他们也没别的心思，就是觉得自己吃了亏不舒服，现在知道了你们的辛苦和给我们提供的方便，自然就不难受了。你在巷肚里能撑船。陆小峰大哥，我们真的已经知道错了，你大人大量，别跟我们计较，是我们不懂。
懂事。小峰，你就原谅我们这一次。这村子里的人这2天都指着这蘑菇和野味挣点钱吃饭，你发善心。老村长，我也不是那么小气的人。唐家村的蘑菇和野味正常收，只有一点没有下次。众人听后齐齐的点头说不会有下次了。随后大哥和小舅子正常过程收蘑菇和野味，而另一边，眼见王鹏又没能早回来，毛利就拿着一兜子枇杷来到了我家。三姐，这是我今天去娘家摘来的枇杷，可甜了，你尝尝。弟妹这么晚来，你一定是有事吧？三姐，我看现在三姐夫忙得很，天天开着3轮车进进出出的，你们家摩托车是不是就用不着了呀？怎么了，弟妹，你要骑呀？三姐，我寻思你们家用不上，在那闲着，还得放坏了。怎么会用不上呢？等你三姐夫有空了，他还说要骑着摩托车带我去县城转呢。还有，你三姐夫说过2天就不忙了。真有这么巧的事情？我一说摩托车就用得上了，还就这2天要用上了。三姐，那你家里的收音机呢？我是看着真没咋用，要不你拿来给我用用，反正放着也是放着。这个毛利，这要是到了他手里，肯定是拿去给他弟弟。弟妹，那玩意儿你三姐夫可喜欢得很，每天晚上都要听一听。我记得这收音机你应该不会用吧？我会不会没关系的呀？你说你也太小气了，我借来玩玩还不行吗？说完，毛利气哄哄的转身离开。王梦婷是终于松了口气，这下该惦记不着了吧？这时丈母娘悄咪咪的走了进来。妈，你怎么也来了？梦婷，我是偷摸跟着毛利来的，他跟你说啥了？是不是要东西了？妈，你别操心了，我给他拒绝了。别总说别操心的，真有事你还是得说。毛利那脾气我还是了解的，该骂还是要骂，可不能惯他这臭毛病。知道了妈，你放心。另一边回到家的毛利，他还是想着用什么方法可以在我身上搞到钱。陆小峰，你不是收野味吗？我给你来个阴阳账本，低价收，高价报，这样我弟的彩礼钱用不了多久就可以出来了。重生回到80年代，弟媳妇为了从我身上搞钱，偷偷降低野味收购价，跟我玩起了阴阳账本。这昨天不是刚刚降了1毛钱，今天怎么又降了？今天野味就这个价，你要是嫌低可以不卖。老汉本想把野味拿回去，可想到自己是真缺钱，没办法，只能转身气哄哄的走了。他母的，就卖个野味，还带一天天的掉价的，真觉得除了这里没人收咋的？大哥，这是来卖野味来了。你谁？我过2天也准备来这里买野味，想问问你现在是什么价？不知道你听说了没有？原来这里收野味是1块11斤的价格。我点了点头，我自己定的价格自然记得，但现在就只有0.93元了。怎么会？这价格还带变的？他这边啊，这昨天还有1块呢，今天直接又少了几分。要不是老囊病了急需用钱，我才不在他这卖呢。小伙子，你要不急着用钱，我劝你还是找别家买吧。大哥，你明天还来这里买，他们家肯定给你1块1斤的价格。汉子听后微愣，随即笑笑，并不当真。小伙子，你可真逗，我自己都是来这里卖野味的，凭什么肯定明天的价格就不再变了？还1块钱1斤，你以为你是陆小峰啊？老汉走后，我拿着车上刚买的菜走进了院子。此时毛利正在记账，看到我进来，赶紧收起了手边上的一本账本。这毛利学精了呀，都知道玩2套账本的套路了。弟媳妇，小鹏去收野味了，我这买了一些菜，给你们家也带了一些。毛利点点头，尴尬的表情都不太自然。放下菜后，我转身就走了，也没说什么。到了晚上，大哥和小舅子收完蘑菇和野味才回来。小峰，你这怎么还在村口等我们了？咋的？就今天没跟我们一起去就不放心啊？我和小鹏有分寸。大哥，你先走，我有些事要和小鹏说。大哥听到话就先赶着驴车进了村。咋了，三姐夫？你有话跟我说。小鹏，你说我让你们家收野味，可是毛利他不干人事啊。随后我便把毛利弄阴阳账本的事跟王鹏说了一遍。第二天一大早，王鹏没有出去收蘑菇，站在那死死的盯着毛利。咋的了？今天你不出去收蘑菇啊？这几天累着了，想休息一下。毛利听后有些害怕了，他这2天做假账本的事可不能叫王鹏知道了。此时院子里卖野味的人已经排起了长队，而毛利心虚的厉害，急忙大声吆喝起来：今天野味的价格都是跟以前一样的，1块1一斤。村民们一听野味恢复了原价，都开心的不得了。野味的价格一直都这样，大哥，你今天干嘛这么高兴？哪里是都这样了？昨天才0.93元了，今天足多了0.17元，你们说是不是啊？是啊，今天这价格是真好，才是以前的价。王鹏听后转头看向毛利，而此时毛利的脸瞬间惨白。老少爷们都听好了，以后大家都记住，这个价不会再有变动了。众人听后可都是兴奋了起来。等卖野味的人都走后，王鹏跟毛利算起了账，说说吧，这几天那些钱在哪里？什么钱？哪有钱？看毛利装糊涂，王鹏的脸色沉了沉。你最好自己拿出来，别等我自己找。这时唐秀琴从屋里走了出来，瞧这2个人气氛不太对。小鹏，这是咋了？怎么发这么大火？妈，你别管了。说完，王鹏就把毛利拉回了屋里。王鹏，你今天抽什么风？你不去卖野味也就算了，别耽误我收野味啊，我还忙着呢。别跟我扯没用的，我再说一次，那些钱在哪里？什么钱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你知不知道你这样逼着我搞这些，想过以后来卖野味的人越来越少，挣到的钱就越来越少，还是真觉得你这边能收，别的人就不能收？人家大老远的来了，你给人减价钱，真把他们当傻子吗？王鹏瞪大
大着一双眼，罕见的生气了。毛利被吓得汗流浃背，说话都磕巴了。我从今天开始让我大姐来帮忙跟你学记账。凭什么呀，王鹏，这可是我们的生计，要让你大姐插手了，我们还怎么赚钱？王鹏没有理会，而是转身走了。该死的，到底这件事情怎么叫王鹏知道了？这以后做不了假账了，我弟的彩礼钱可怎么办呢？小鹏，我给你野味卖了，你好好清点一下。这时毛利走上前去，想着这钱总该让他拿着的，可王鹏就像没看见他一样，直接走到了唐秀琴身边。妈，你给我放着，回头我要是用就找你呢。眼见着该自己管的一大叠毛票进了婆婆的口袋，毛利气得都吐血了。随后王鹏找来了他大姐，跟着毛利一起收野味。这哪里是跟着我学东西的，分明就是盯着自己来的，也不知道是谁的主意。另一边，我提着一袋子枇杷和几个玻璃瓶回到了家。王梦婷看见后眼睛雪亮，因为她最爱吃的就是枇杷。小峰，你这是哪里弄的枇杷？我记得咱们波波山没有吧？唐家村的山上有，那的人也不怎么吃，这才摘了些，想着给你做点枇杷罐头吃。罐头啥味的？老婆待会你就知道了。随后我拿着枇杷就进了厨房，在一顿操作猛如虎后，几瓶罐头被我做好了。老婆，你也尝尝吧。好甜，好香啊！老婆，你觉得我枇杷罐头能卖钱吗？那么好吃的枇杷罐头不能卖钱才怪了。老婆，我想把收蘑菇和收野味的生意全部都交给我大哥和小鹏，这样我可以做一做枇杷罐头的生意。小峰，你干什么我都支持你。老婆，你真好。随后我找了一块木板，在上面写了2行字：收购枇杷1毛钱1斤。不少经过的人都会看得到，一下午的时间收到了2-3斤的枇杷。我拿着这些枇杷进了厨房，我打算会做成罐头，然后去县城卖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我骑着摩托车带着做好的枇杷罐头就赶去了县城。这年头吃得起水果罐头的都是些有钱人，一般人多半都不舍得吃，就是逢年过节才买了当礼品送人。但我不一样，我要做的是平价水果罐头，人人都吃得起的罐头。重生回到80年代，我靠卖枇杷罐头赚得盆满钵满。什么东西好香啊！这是什么水果罐头，这么香？老妹，这是我自己做的枇杷罐头，好吃着呢，你要不要尝尝？这不太好吧？没事，随便尝，不要钱。年轻的女孩子到底没能抵抗住诱惑，迫不及待地尝了一口，好好吃，比我之前买的水果罐头还要好吃。大哥，多少钱一瓶？6毛钱一瓶。众人一听6毛，围观的群众开始抢着买了起来。这比供销社1-2块的罐头可便宜了不少，没一会的功夫，带来的20几瓶罐头就都卖光了。除去2斤枇杷的成本，再除去2分1个的玻璃瓶，这一共是赚了11.4块。要是下午再来一波，卖出去的再多一些，那赚到的也是十分可观的呀。随后我又去了供销社买了120个玻璃瓶，毕竟现在家里的枇杷不少，能做就都给做了。回到家后，我就进了厨房开始忙活枇杷罐头。而这时毛利得知我在收枇杷后，也拿了一袋子过来卖。三姐夫，我听说你收枇杷做罐头，对，1毛钱1斤。那你这收了不少枇杷罐头，应该做很多了吧？毛利说着就往厨房走去，一进厨房，毛利就看到里面摆满了做好的枇杷罐头。三姐夫，这3瓶我就拿走了。弟媳妇，给我1块8就行。咋就1块8了？这些都是拿去卖的，6毛钱1瓶。弟媳妇，拿走3瓶，不就是1块8？陆小峰，你这就不对了吧？我可是你小舅子的媳妇儿，媳妇儿的亲弟妹，拿你几瓶枇杷罐头而已，你跟我要钱？亲兄弟还明算账呢。弟媳妇，你刚才拿来的枇杷不也是卖钱的吗？怎么到我这里辛苦做好的枇杷罐头就白送？毛利听后脸色突然就不好看。你说我的枇杷才多少钱？这枇杷罐头多少钱？我是看明白了，陆小峰，你是坑我呢。1瓶6毛钱你能卖得出去，你就是想骗我的钱。我卖不出去也不用弟媳妇操心。说完，我一把就将罐头抢了回来。这是你刚刚卖枇杷的6毛7分钱，拿好，不送。毛利接过钱，转身气哄哄地走了。小峰，没气着你吧？我这弟妹可真不是个东西。老婆，人活在世上还没有点人情世故，多大的事儿不皱眉头，来玩下游戏，开心开心。转眼来到了下午，我开着3轮车拉着做好的枇杷罐头去了县城。今天做的枇杷罐头比较多，一个人去卖肯定是费时费力，所以一到县城我就找到了李四和赵林。峰哥，好久不见了，你这瓶瓶罐罐的又做上啥买卖了？李四，你先尝尝这位，像是枇杷罐头。峰哥，这哪来的？我自己做的，6毛钱1瓶。6毛，这么便宜？便宜是便宜，你俩得给我介绍客户啊。峰哥，这活我俩在行，你放心。随后2人拿着几瓶罐头就开始四处找人宣传售卖，而我则是去了一家录像厅。兄弟，你找谁？老板，我这有枇杷罐头，想放在您这里寄卖，卖出去1瓶，我给你5分钱的提成，怎么样？说完，我递过去1瓶罐头，老板尝了一下，哎呦，不错哦，兄弟，味道不错，这个合作可以有。给录像厅留下一些罐头后，我把剩下的都拉去了火车站。等全部卖光后，我又从供销社买了一些玻璃瓶就回了家。小峰，今天收的枇杷有点少，也就5-6斤的样子。王梦婷守了大半天，觉得挺愧疚的。老婆，已经很多了，这东西少，但是做出来却是不少的。罐头里不光是枇杷，还有糖水。呐，小峰，你又买回来这么多瓶子，是早上的枇杷罐头都卖完了吗？那可是有100多瓶。老婆，我自己肯定是卖不完，我把大部分的罐头都寄卖出去了呀。原来生意还能这么做，枇杷罐头还能这么卖。小峰，你好厉
厉害啊！嘿嘿，老婆，这枇杷罐头的需求量越来越大，即便是咱们2个也忙不过来，所以我准备招2个女工人。可以，小峰，只要你别找年轻漂亮的就行。随后，我又写了一块招聘牌子挂在了门上。村里的二毛妈和秦婶子看到后，就走进了我家院子来打听。小峰，在你这一天，你给1块钱是真的吗？肯定是真的呀，你们要试试吗？二毛妈和秦婶子点头如捣蒜，接着我就开始教他们怎么做。很快10来斤的枇杷就处理得干干净净。第2天一大早，我把做好的罐头装好了车，就准备出发。老婆，天还早，你再睡会，早饭我锅里给你留了。王梦婷点头答应了，随后目送我开车走远。这时，大嫂李桂兰拿着一筐枇杷走过来。大嫂，你怎么来了？这是你大哥昨天在其他村里收上来的，你哥知道你们要就帮着收了，是6、7斤的样子。谢谢大哥大嫂了。不用谢，你哥说了，这2天估计还会有不少你们这边收不到，也不用担心，他今天早点回来就送来了。呢。大嫂离开后，王梦婷心里高兴得不得了。陆家大哥和大嫂人真好，可比那个毛利强多了。转眼来到了下午，我卖完罐头回来了，王梦婷站在门口早早的盼着我回来。不对啊，今天的罐头更多，为什么回来的还早？有钱能使鬼推磨。今天去县城的时候，我叫上了咱们村的铁牛和宝亮，1天1块的工钱，而且卖1瓶还有2分钱的提成，所以很快就把枇杷罐头卖完了。小峰，该说不说，你这脑瓜子真好使。进了院子，就看到二毛妈和秦婶子已经把收来的枇杷收拾得干净。接着我带着他们进了厨房，开始教他们做罐头。小峰，今天你怎么让二毛妈和秦婶子进厨房了？这要是让他们知道了，那以后陆家屯的人岂不是都会做枇杷罐头了？我就是要让他们知道的。老婆，现在的年代还可以，可是创业黄金期，等到秦婶婶和二毛妈会了以后，这事情就会让更多的人会。过个把月，水果大量上市了，那才是真正的大市场。先把咱们陆家屯先搞起来，然后再到别的村。重生回到80年代，小舅子摔断了腿，小舅媳妇不但无动于衷，还嫌弃手术费太贵。梦婷，不好了，出事了！怎么了，大嫂？村里人说你弟王鹏连人带车摔沟里了呀。听说小舅子出事，我立马开着3轮车拉着王梦婷去查看情况。小庞，我看着王鹏抱着的腿，那戳出来的一截骨头特别惊心。三姐夫没事，扶我回去找村子里的人接上就行了。不行，你得去医院。说完我就把小鹏弄上了车，然后急匆匆的往医院赶去。就他现在的情况来看，必须马上手术。你们这边把费用交上，我们立刻安排。要交多少钱？1000块啊。1000块，就我们这段时间的买卖也才赚了几百块，结果现在王鹏腿断了就要1000块。医生，我男人这腿就只能这么治了吗？有没有别的办法？我们没有那么多钱的。王鹏也觉得这样太多了，有些不舍得。是呀，医生又没有别的办法。要不你们到别的医院看看，但我估计情况都跟我们差不多，而且还会耽误治疗的好时机。这么好看的视频看饿了，没有零食怎么行？这是我在抖音商城刚入的百草味酸奶山楂丁，解馋又解压，酸酸甜甜很好吃，领券后还不到10块。我最近都在抖音商城试吃，身边的人都在这里试吃，官方正品，超多解馋的零食新品，好吃又划算。点商城进大牌试用，或直接点击评论区，快选吧。小庞，手术费的问题你不用担心，有大舅哥呢。医生，我这里有1000块，你们马上给我小舅子安排手术。那是一条腿啊，可不是别的什么，耽误不起。随后，王鹏被推进了手术室，我在门口焦急地等待着。三姐夫，刚才那钱可是你自愿掏的，谁也没有强迫你，所以这钱我是不会还你的。我说弟媳妇，现在这情况可不是担心钱不钱的事情。之前王鹏天天跟着你做蘑菇和野味的买卖，你是1分钱都没给过，现在你掏钱也是应该的。现在躺在里面的是你男人，你就不担心他腿治不好以后瘸着什么也做不了？毛利听后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，当下看向手术室门口，焦急不安起来。现在家里里里外外都靠着王鹏呢，真要瘸腿了可怎么办？不会的吧？毕竟都花了1000块了，这腿可比什么都金贵了。2个小时后，王鹏被推出了手术室，手术很成功，接下来住院看恢复情况，再说出院的事情。听说还要住院几天，毛利的脸色就不太好看。这是花了钱不能立刻好啊，还得住院，家里的买卖不都得停了？这时，王洪斌和唐秀琴也赶来了医院，看到病床上昏迷不醒的王鹏2口子，可是心疼的厉害。爸妈，医生说手术很成功，小鹏的腿没事。王洪斌一路上提着的心可算是放下了。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小峰，天这么晚了，你先回去，我和你妈还有毛利在这盯着，梦婷自己在家带孩子，我也不放心。我点头答应，随后开着3轮车回了家。小鹏现在怎么样了？老婆，没事，就做了个小手术，恢复一段时间就好了。王梦婷听后也放心了不少。第2天一早，我把枇杷罐头装上车送走，然后带着王梦婷就朝着医院赶去。另一边，经过1夜的时间，王鹏彻底清醒了过来了。看着屋子里的老爹老妈，内心里有着颇多的感动，就是毛利让他狠狠地皱了下眉头。爹，你担心了？你说啥？我是你老子担心儿子还不是应该的。小鹏，你觉得好点没有？饿不饿？昨晚上你也没醒过来。妈，我不饿，倒是你和我爸也都没合眼，一会儿回去好好休息。儿子，只要你没事，爸妈熬个也算个啥？这时毛利也醒了过来。
咋样？好没好？好着呢，没事。是得好，要不然这钱都白花了。毛利，你说的是人话吗？小鹏，好起来比什么都强。这时候提什么钱能挣？颓废了可好不成了。像咱村里的王瘸子，但凡好好的治一治，也不至于瘸了干不了活。爹，你是不知道，昨天王鹏这腿就手术花了1000块，这绝对不是什么小数目。王洪兵当然也知道，就是点钱而已，没什么要紧的。我去，什么时候王家都这么有钱了呀？1000块都不再看眼里了。此时，王鹏听到是1000块钱后，心情开始沉重起来。毛利，你提什么钱？医生都说了，保持良好的心情，有利于身体恢复。你是听不懂的还是咋的？丈母娘话音刚落，我和王梦婷走了进来。爸妈，小鹏、梦婷给你们准备了早饭，你们都还没吃吧？这一大早的现成的东西又贵，吃了才怪了。毛利是早就饿，一把夺过装菜的袋子。我去，这肉啊、鱼的，还有鸡汤，看起来三姐夫你真是挣了钱了，这么好伙食呢。毛利，那些都是给小鹏的，医生说了，小鹏现在需要营养，一定要吃点好的，有助于恢复。毛利听后心里那叫一个失望，要真有这么好的伙食，我也愿意留在医院了，竟然都是给王鹏的。老婆，你先陪着小鹏，我去看看宝亮和铁牛罐头卖的怎么样了。呢，铁牛和宝亮到底是年轻，心思活泛着呢，已经开始在医院门口卖起了枇杷罐头。我拉着剩下的一些罐头去了录像厅。小峰，你可来了，这是昨天卖的200瓶的钱，扣去我那10块，剩下110块钱。高大哥，我这枇杷罐头可以吧？相当可以了，这天天都不够卖，今天你车上的就都给我吧，下次再给我多拉来一些。高大哥，没问题。离开了录像厅，我又买了一些玻璃瓶，然后准备回医院接王梦婷回去。爸妈，小鹏这里就你们俩看着吧，我想跟三姐一起回去，家里收野味的营生可不能扔。王洪兵没有拒绝，反正毛利在这除了吃就是睡，什么也帮不上，所以就点头答应了。现在王鹏说是腿断了要住院，可好歹王家人多，有王洪兵两口子看着出不了事情，倒是家里那边我回去了才有好处站。出了医院，毛利看到车上都是亮晶晶的玻璃瓶，怎么车上这么多的玻璃瓶子，这让人怎么做？弟媳妇，你要觉得没位置，可以走着回去，反正也不远，走路也就1-2个小时。毛利听后什么也不肯说了，直接找地方坐。重生之后，我靠卖枇杷罐头日进斗金，但很快我这罐头就被人给盯上了。请问是陆小峰吗？你好，我是陆小峰，我叫刘宝强，强盛水果罐头厂的副厂长，今天来找你是想要请教你一些问题。刘副厂长，请讲。同样都是罐头，为什么你的罐头人们都抢着买，而我们的却并不畅销？你把2个罐头都拿在手里是什么感觉？我们的这个沉，那你打开喝一口试试。刘宝强虽然不知道我的话是什么意思，但还是照做。但在喝的过程中，他似乎察觉到一个问题：你的枇杷罐头小，容易喝到嘴里，我们的罐头大，喝起来还要防止呛到鼻子，而且你的罐头快小1入口，我们的快大，要想吃就得倒出来。还有就是味道，我们的罐头说不出来具体什么味，但你的枇杷罐头就是枇杷味，口感上也是枇杷罐头更滋润一些。那刘副厂长，你现在明白我的罐头为什么这么畅销了吧？现在我知道自己的罐头厂应该怎么做，口感上才能好看起来了。你把你的秘密告诉了我，接下来你的日子可就不会好过了。刘副厂长要真的想要这么做，现在就不会在这里跟我见面了。我看出来了，你是真的很不简单。枇杷罐头现在的确好卖，我也不介意你们工厂进行生产，但有一点，我们针对不同的人群。现在我的枇杷罐头是完全的亲民价，对于城市里那些不差钱的未必瞧得上，然而有钱人的钱是最好挣的。刘副厂长，你懂吧？那你是想在你们原有的什锦罐头上做改变，还是跟我合作，一起把枇杷罐头推广开来？刘宝强听后陷入了沉思。小峰兄弟，你不会叫我失望的，对吧？刘副厂长这话说的，不是我不会叫你失望，而是市场不会叫你失望的。行，那咱们就合作共赢。刘副厂长既然要合作，又是针对不同的人群，那么包装和容量都得改变，要让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觉。有道理。随后，我和刘宝强就去了玻璃厂，准备定制一批罐头瓶子。接待我们的是往常负责跟刘副厂长对接的潘有才。刘厂长，你咋来了？你不是才从我这里买走了一批货吗？老潘，今天不是我找你，是这位小兄弟找你。潘叔，是我找你。说完，我拿出了自己带来的玻璃瓶。我想问问这个玻璃瓶，潘叔厂里的零售和批发价？零售2分，批发1分7。我想要一批这样的玻璃瓶，1万个。1万？老刘，你跟他说过规矩没？咱们的枇杷可都是2万起步。老潘，你放心，还有你赚的。潘有才真看不出来我会是长期客户的感觉，但他又是相信刘宝强的。行，老刘说行就行，我们现在就给你打单。潘叔，另外这种玻璃瓶你们能够生产吗？潘有才拿过去看了看，小峰画的是塑料饮料瓶的样子，就是材质上变成了玻璃瓶。老潘，你得想想办法，这种瓶子我们急着用。老刘，这种瓶子我怎么没见过？这是小峰的想法，就是让人耳目一新，记忆深刻，出奇制胜。潘有才仔细地看了一遍又一遍的图纸，小峰画得很详细，很多地方还进行了数字标注。玻璃厂这些年生产的品种也是不少，就陆小峰给
给的这种，只要稍加调整就是了。要说难也不难，就是可能需要时间。潘叔，你行的，我相信你。离开了玻璃厂，我准备回家，而另一边王梦婷正在做饭，就到门口传来摩托鸣笛声，她以为是我回来了，就跑出去查看。不对啊，今天小峰没有骑摩托车出门啊！就转身准备被禁院，就又听到滴滴一声，他抬头一看，一个油头粉面的男人骑着摩托车过来，后座上的赫然是毛利。毛利现在可得意了，这下弟弟终于把摩托车买回来了，虽然只是个二手的。王梦婷转身就要进院子，可毛利却是不高兴了起来。咋的？我可是你亲弟妹，看到人连句话也不会说呀。这毛利明显是拿着摩托车上这显摆来了，这种人真是让人恶心。毛强看王梦婷这态度，咬着牙，凶狠地皱着眉头。王梦婷，我姐跟你说话，你没听到啊？耳朵聋了？我姐现在这么高兴，你敢叫她不高兴，真是活腻了。我在娘家的时候，这个毛利他就对我多有意见，处处针对。平时看在小鹏的面上，能让就让，可现在我是真的不想让了。王梦婷拿过边上的大扫把就朝着两人吵过。他没做什么对不起毛利的事，但他欺人太甚就另当别论了。王梦婷，你是不是疯了？不就一个破摩托车吗？我家里也有，你们有什么好显摆的？都给我出去！我家的院子谁叫你们进来了？就你这样还念过书呢？我看就是个野蛮人。滚！这狠心的婆娘，那满是针刺似的扫把针就往人身上招呼啊！没事，大姐，我不会让自己白挨的。搞成这样回家了可怎么交代？弟弟在家一直是娇生惯养，身上一点小伤什么的都是不得了的事情，搞不好我也得挨骂。随后毛利和毛强回了家，毛福和周平两口子看到毛强这大花脸，紧张的不行。这是咋的了？毛利你是怎么照顾的你弟弟？你怎么让他受伤了？毛强好好的交给你，你让他搞成这样，你可就这一个弟弟。毛福也是一脸严厉。你说说你咋看的弟弟？毛利一向惧怕这副场景，因为毛家一直重男轻女，从小到大不管毛强对错受了伤什么的，谁带出去的谁没看好，都是会挨骂，甚至是惩罚。在毛家，只有对弟弟好才会被爸妈喜欢，所以懂事起，我无论何时都会对毛强好，这样爸妈眼里才能看得到我。但这次王梦婷发疯，我真没想到，伤了弟弟不说，还连累了自己。我说姐，你还要为了王家保护那个女人吗？老爹老妈是王梦婷王家的那个宝贝女儿干的。什么？王家那个赔钱货竟然敢伤你？毛强用力点头。敢伤我儿子，我要他吃不了兜着走。周平当下抓起门边的扫把就出了门，毛福也是沉着脸。我们毛家就这么一根独苗苗，他王家人敢这么干，是没把我这个亲家放在眼里，必须得给我一个说法。姐，你看到了吧？我就说我不会白挨的。对，王梦婷，我可是太久的不顺眼了，让爸妈去教训教训也不错。姐，快走吧，我们跟上爹妈，这次可有好戏看了。重生回到80年代，媳妇把小舅媳妇打了，小舅媳妇一家怒气冲冲地找上了门。王梦婷，你给我出来！你想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不问问你媳妇儿干了什么？你看我儿子被你媳妇伤的这脸上一道道的，还叫不叫他出门了？就是陆小峰，你叫你媳妇出来，必须给我们个说法，道歉还是赔偿？呵呵，道歉赔偿你们想屁吃呢？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媳妇伤了人，你还有理了？陆小峰，你媳妇伤了我，还想什么事情都没有，做梦！这时听到消息的丈母娘也打来了我家。自己家的亲家有什么事情不去王家说，跑来女婿这里做什么？亲家这是咋的了？怎么吵起来了？还不是你那个赔钱货的女儿干的好事。我儿子可是马上要结婚的人了，王梦婷把他伤成这样，是存心要坏了他好事是吧？我说亲家，你要是不会说人话，就别说你哪只眼睛看见是我女儿伤的。毛利，快告诉你婆婆是不是王梦婷干的？这事情肯定又跟这个脚家精有关系，就是回娘家吃顿饭而已，结果带着毛强偷摸摸回来家也没回，故意来找闺女的茬。我弟弟他刚买了摩托车，好心带我转一圈，结果梦婷看见了不高兴，就拿扫把打了我弟。毛利，你别放屁，明明是你们先挑衅我媳妇的。你是他男人，当然是他说什么你就信什么。现在毛强受伤了是真，你让王梦婷出来看看他是不是好好的。你要是再无理取闹，我就叫帽子叔叔了。哎，小峰，你换新手机了？对呀，之前手机有点卡，就换了台新的。那你那台旧的呢？旧的当然第一时间找转转上门回收了，卖了3700多，价格公道，打钱又快又干脆。现在转转不只收手机，还支持上百种品类回收。我弟的游戏机都是在上面卖的，趁着旧的还值钱，赶紧找转转回收就对了。此时王梦婷忍无可忍，从屋子里走了出来。陆小芳，王梦婷是你媳妇儿，可你也不能偏袒她，必须让她给我和我姐道歉，下跪的那种。来，老婆把扫把给我，我给他们道歉。毛强听后顿时兴奋了，我就说嘛，我妈出场没人能占到便宜。还没等毛强高兴完，我就直接拿扫把呼了过去。陆小峰，你还讲不讲理？不是要给我们道歉吗？现在是在做什么？再这样我们可去大队上告你。去大队行啊，正好找个说理的地。你儿子毛强私闯民宅，跑进我家欺负我媳妇，打他们都是亲的。毛利一家听后顿时心虚了起来。小峰，你和梦婷跟他们去家里，这边我帮你们看着。亲家刚才喊的那么大声，说了要去
对上的，这会儿倒是走啊！亲家都是一家人，咱们有话好好说。谁跟你们一家人？刚才你们说我女儿欺负了你儿子，多厉害呀！怎么该到说理的地方去了却不敢了？亲家，不管你信不信这件事情，我们都是让毛利给骗了。毛利不敢相信的看着自己的老爹，我就这么被卖了。我们毛强还小不懂事，都是这做姐姐的给带坏了。我妈说的对极了，都是我三姐的事。你们今天听好了，谁再敢进我家门，我就打断谁的腿。说完，我带着王梦婷回了院子。周平和毛福拉着自己儿子，心疼的摸着脸上的伤，走的时候也没叫毛利。毛利站在角落欲哭无泪。毛利，你说你小鹏在医院还没好呢，你就在家里搞事情，我觉得你需要滚回娘家，好好反省几天，反省明白了再回来。毛利想说什么，到底是没说。现在除了王家，他也没别的地方可以去。以后你可得离你三姐远点。瞧瞧这才多久就让你搞成这样，我看他就是见不得你好。可不是，你以后少去王家。现在就是老妈出马都对付不了王家人，迟早我要出这口恶气。还有陆小凤，女人有必要那么护着吗？打断腿，我看迟早有人断了她腿，是真的有几个臭钱了不起。这时毛利也回来了。爹妈，你咋在这呢？爹，我想在家住2天。今晚你要在家住是吧？1天1块钱，你知道规矩。也不是妈要你钱，你弟弟马上要结婚，各方面都得花钱。妈我年纪大了也没大的本事，只能靠着你们姐妹3个接济。这几年你大姐二姐回来也是这样，但他们到底生活没你富裕。你现在做着有为生意，1天1块钱也不算多。这在以前是不算多的，可是自从王鹏让王家人参与到有为生意里来，我能够捞到的油水就远远不比之前。自己好不容易攒起来的钱也都给了毛强买摩托车，现在身上是真的1分没剩。毛利，你不会跟我说你没钱吧？我可不可以1晚2天给？周平翻了个白眼，勉强答应。转眼来到了第2天，我把枇杷罐头装好，车就交给了铁牛和宝亮。我今天不准备去县城，我重生回来，为的可不是挣钱致富，而是王梦婷和孩子，还有父母哥哥，那些我想要去珍惜的人。生意的事情到底是做得太急了些。昨天我要是在家里，别说周平和毛福，就是毛强也不敢上门来找王梦婷的事情。这年代家里还是得有个男人镇宅的。我要不带着王梦婷一起出门，要不就在家里守着人，否则没得办法。我要这个家。小峰，你今天没出去？老婆，我想陪陪你。其实也没啥，我现在会打人了，你不用担心我的。老婆，以后有我在，没人再敢欺负你。呢。吃完饭后请婶子、二毛妈还有魏霞也过来，我们开个会吧。开会。二毛妈，我打算让你们3个去其他村，叫做枇杷罐头。二毛妈他们一听都不太乐意，毕竟在我这里干就是家门口的活，吃饭走2步钱也赚了，但要是离开陆家屯，就有点不甘心了。当然，二毛妈我也不让你们白去，3个人没让做出来的枇杷罐头卖出去1瓶都是1分的利润，这还是每天1块钱之外的带回了1个人。另外，我还给2块钱的奖励。就现在我们每天做个300-400瓶的量来看，1天下来就能多出来3-4块不等，加上1天的工钱，还有什么奖励？6-7块钱，1个月下来就是好多钱。这在我们陆家屯绝对是有钱人了。二毛妈干吧，3个人呢，只要我们在一起，谁能欺负得了？